人唱到师傅前的大西厢，咱闹五更了。一更你这个张秀才，手提我小花来。姑爷，您来了，来，快，里边请，都在后院等着您呢。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江南江北的大药商，什么广州的杏核堂，北京的同仁堂，杭州的胡庆余堂，而且还来了一个大老板，那是全国200家连号的少东家。东西真不真？真？咋不真啊？这是那个黄字号屯的刘老四和兀字号屯的苏书和，他俩一块挖的。他们俩为了这个参，在树上住了得有小半年，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，用这个泡了朱砂的红绳把这人参娃娃给缠上，用2根绣花针前心通后背，把这人参娃娃定在那儿。好，这个参回来的时候还顶着5花3叶，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人啊！那眼睛鼻子清楚极了。你这张嘴啊，拜个师傅学手术吧。看东西100两，我只认现银子，4大横的银票。您开价。我只管看货，不管报价。走吧，走吧。说个价。不是说好了1个月来吗？滚出去！您谁啊？说你呢，滚出去！哎，古爷来了，姓徐的鼻子真灵啊，这就要抽水。我这东西还没卖出去呢。你也知道咱们这位徐管带，门口过辆大粪车，他都要停下来尝尝咸淡。你这宝贝人参娃娃，把咱们宁古塔的地皮都震起1尺多高啊！他得派我来盯着。我信你。要看货吗？不看了，你们交易的时候我再看吧。我就是想问你啊，怎么这一次那么豁出性命？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，可是我儿子不能在流放地待一辈子。我找了条门路，让他逃出去，给他改个名姓，找个地方读书。现今儿已经9岁了，天天跟我舞刀弄棒，非要跟我上山去挖参。也是被我给坑了。要是真的能把儿子送出去，这个买卖值。门路稳妥吗？稳。东西卖了，该给徐管带的钱1分不少，剩下的我和老四平分。你想卖什么价？至少10万。少了。哎呦，姑爷您来了。四哥，喝了点儿，来晚了。我刚才还在跟老苏商量呢，这东西打算卖什么价？8个也行，10个也行，80也行。屯子里死4个小伙子了，娘亲老子追着后屁股要钱呢。行，我去会会他们。嗨，您费心啊。各位，顾平原有礼了。姑爷，今日来的有旧相识，有新朋友。虽说这天下路，天下人走，可有一样，大清王法，汉人不得入关半步。大家做的都是个掉脑袋的生意，而我来这里，只是保证大家能够把这买卖做下来，同时，别在官面上被人挑理。请吧。刘四哥呢？回家看儿子去了。他说古爷操持，放心。真看得起我。诸位，咱们就公开喊价吧，价高者得，1万1手。
5万、 8万、 10万、 19万两、 22万、 25万、 27万。谁呀？谁喊的27？28、 29万。 30万。哎，我说，你们管家都没回来呢，有钱吗你？船上有啊。哎呦，船上有。小子，今儿我小老头就给你上上课。你爹让你出来是长见识的，可不是让你上这儿搅局来的。闹了你，胡闹什么？你们一家若是诚心做买卖，你爹也不会让你来，你别胡闹了。听听。别胡闹，闹什么？好，那就归你了。请了。4大行的银票，你验一验。我看着没什么问题，你看看。这人参娃娃就归您了。谢谢。哎呀，此等宝贝儿，让咱们爷们儿也看看眼，搂搂。我看看。啥也没有啊，东西呢？空的，没有啊。东西呢？这东西呢？东西呢？怎么公的？骗人吗？姓苏的，我东西呢？是不是在你身上？对，看看。咱这一辈子，刀口上舔血，从没说过半句假话。苏大哥，老四走的时候，你确定人参还在盒子里？我就没看见他从盒子里拿出来过，肯定在啊，怎么就没了呢？今儿是没看黄历。姓苏的，我小老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讲信用的。什么人参娃娃、山参爷爷的，空口白牙，明着骗啊！没呢。啊！我这要信了你们，我出了这门，你们还能认账吗？我小老头一家，我不得全家跳河去啊！骗子，太损了你们！就是这尼姑塔本来就是贼窝。走，我没拿，站住都别走！诸位，我没说过半句假话。今天下午我还亲眼看见，就在这个盒子里，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。姑爷，你替我作证。苏大哥，你别鲁莽，把刀放下。你跟刘老四到底在合计什么？能不能提前告诉我？你叫我现在怎么帮你？生意没有那么做的。做生意？我做生意？我这是做的什么生意？我这辈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，现在我儿子也没路走了，我后悔！各位，今天我让你们走得安心，姑爷，信我。这买卖不成，这个要自杀了，这也不成，这孩子怎么办了？
怎么说也是条命啊！走吧。苏大哥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查清此事，不会让你死不瞑目。给徐管寨请安，给县尊大人请安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本以为是刘老四搞的鬼，所以他借口儿子生病匆匆离开。但是，老苏在死之前说，刘老四没有开过盒子，也有可能在竞价之前，人参就被拿走了。所以这中间的真真假假，我一时也搞不清楚。还真是古怪。我派你个差事，王大令亲自叮嘱你。县尊大人吩咐。 追查人参的下落，这固然很重要，但姓苏的死因不能草率，得让人能信服才行。而且上上下下都要口径统一，千万可别祸害了我跟徐管带的前程。小兄弟，务必好好安抚苏家人。总之，平静无事就是最好。是。 你这个手下，看起来真像个能办事的人。这个人，我睡觉都得睁着眼睛盯着他。一介书生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。可这方圆数十里，拿着他的名头，城外10几个屯子的犯人都能替他卖命。你好，顾爷好。顾爷。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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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姑爷，大枪20枚。姑爷，您这边请。大姑一打响叮咚这么来，这回来个3盏灯，3盏灯，你要是愿意，你就哼一声哎。行。 孝子点灯，点灯！老仙家要是听啊，也别说他妈走大道怎么越车辙，你个走小道怎么路水多，卖黄拉草黄地格，一路之上得辛苦。苏大小姐，姑爷，我当家的是在你面前死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他死的时候。 疼吗？一刀穿心，不疼。姑爷，姑爷，喝一口。哎，你昨天好好的，怎么先走了？ 老四的儿子昨天得了脚长痧死了。死了？顾爷，您在哪？各位兄弟高义，坐下喝杯水酒吧。顾爷，我心里闹腾啊。您说要不是因为我说那几句狠话，他不也不至于死吗？不是？别自责了，他的死跟你没关系。 不是说他出身武官吗？千军万马都杀过来了，说几句重话就受不了了。安心吧，您呢？兄台高见啊！还未请教台府啊。上礼下卿，赵钱孙李的李，卿子卿尊的卿。在下古平原，不信今世无古贤的古，上平下远，
平原君的平原。还未请教家世。家父上万下堂，小商人。京城里万堂，这要还算小商人的话，天底下可就没大商人了。今日这些来的人，确实都是看热闹的，除了李公子你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是带着管家过来的。管家人呢？家里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宁国塔近日关卡码头全被封锁，你的管家何以知晓家中出事了？难不成他是神仙，用假归算？他身体不好，血液暗行，古人谓之笨。他得了什么重病啊？竟然能做到雪中叶人，闻所未闻呢？你敢走我就敢喊。可是你空口无凭，你想怎么样？你的那个管家昨天趁着去船上取钱的机会，见过刘老四。窑子里的姑娘说的不会有假。你们做的一手好生意。管家那么干，自然是我爹授的意，我是不同意的。我想也是，若是合谋，哪有管家把主子丢下来顶锅的道理？哎呀，你呢也不用替你的苏大哥过于哀痛。人参娃娃这种天才地宝，本就不该采，不该落在他们手里。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他得了这样的宝贝，是祸，非福。姓古的，我尊重你呢，叫你一声古爷；不尊重，你也就是血管带的一条狗。还敢踹我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你可以再往下一点，第3根肋骨到第4根肋骨之间。苏大哥死的时候，刀子就是从那儿进去的。干净利落，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长的。那么好的兄弟，你舍得坑他？我根本就没干，我没拿过钱。你再说我就杀了你！他临死的时候都没有埋怨过你一句。你不说你儿子死了吗？好，你现在把他的尸首拿出来让我看。只要有，我全身上下3刀6洞任你处置。我眉头皱一下，我不算好汉。你干吗？我根本就没干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叫李清的那个少东家，他的管家就在昨天连夜出城，领着你的孩子，对吧？你想杀我？没用的。你把你最好的兄弟给弄丢了。儿子也不要了，他这么小年纪，你让他从流放地一路回中原，以后官府抓他，仇人寻他，他还活得了吗？你一个子儿也没要，就让那个管家把儿子带走，是不是？苏大哥跟你一样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去取了人参娃娃，无非也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尽快回到中原。大家都是当爹的人，你的心肠怎么能那么狠毒？
行了，跟我回去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天底下没有不还的债。起来。 小伙，小伙，大鼓一打耶，响连天呀！爹，可以进城了。有马队。 旗管带有令，聚众殴斗者，杀！顾远，刘四嫂子来这干什么？还嫌事儿不够大？当家的和儿子都没了，他非要来讨个说法。要不是刘四哥把儿子送出去，两个腿也不会闹成这样。王爷说的是。哎，苏家嫂子，先把尸体还回来嘛！他儿子不是死了，是逃了，这账还没算呢。咋的？苏家大嫂，没得商量是不是？小虎来，我来问你，你怕不怕死？我怕。你说什么？苏家大嫂，顺风级别差得太足了，一命抵一命，刘四哥已经还清了。你现在还在这样不依不饶，是想让他180个兄弟给苏大哥陪葬吗？苏大哥这一生最讲义气了，爱护兄弟。如果他泉下有知，看到你现在这样只凭着意气用事，你觉得他会安心吗？不如这样，你画条道下来。如果我能帮你做到的，我一定做，行不行？这事儿你管定了是不是？是。既在宁古塔，都是苦命人，让一步吧。你去应了我一件事，我拍手便走。刘四哥，我给他盛殓好了，恭恭敬敬地送回来。你讲。你离开之日，孩子的前途就交付给你了。你不能让他在这儿待一辈子，你给他带出去，他给你当牛做马，都行。啊，那你起个誓，让我安心。我古平原起誓，此生若回到中原，定把这孩子接走。有一口吃的先紧着他吃，有一件衣裳先紧着他穿。
一定将他好好的抚养长大成人。若为此事，天打雷劈，夭折短寿。当家的，你怎么就走了？你也不想要我的孩子。谁让你起来的？知道犯什么错了吗？不知。我的印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拿去玩，你让我这个做镇守将军的，晚上怎么睡得着觉啊？愿替大人解忧。人死了就死了，那个人参娃娃呢？有没有替我拿回来啊？怎么，青天白日的，那么金贵的东西，你够福气拿着吗？我自然是没这个福气，可那娃娃真的不在我这儿。我听老人说，那可是个灵物。有德者享之。为了卖它，刘老四和苏书和把绑在他身上的红线绳和针都给拔了，他成了精，他跑了。谢盟，大人饶命！我不知道啊，你把我脑袋砍下来，我还是不知道。大人明鉴，再过点时间，我好好查，好好查。你知道自己是谁吧？我不是人，我是鬼。大人是山神爷，我就是大人的伥鬼。我饿得很，去找食去。滚！哪位是常四爷啊？小老儿正是。先生贵姓？在下古平原，帮许管带办事，过来拜会一下。啊，这样。姑娘，这炕都是通着的，灶上做了饭，屋里也就热了，别给自己呛着。行。喝茶。四爷这是做的什么生意啊？年关将近了，还要拖家带口的出关。吃马帮饭，穿四季。家里女人死得早，姑娘就在马堆里养大，到老了，弄套宅子置点地。谁曾想啊，一辈子吃跑腿饭的坐地户是外行，拉了饥荒，把旧伙计们召集起来啊，想到关外来云堂海盐。债主啊，催得紧，赶一赶，年前能回去。出门在外啊，全靠朋友。古先生有什么提点的地方？感激不尽。四爷是老江湖了，一点谈不上。我也不是什么先生，就是一个流贩。许管带看我能写能算的，就让我帮他招呼一下往来的商户。四爷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宁国堂。不错，流贩们一路发配至此，若侥幸还能再活下来。你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屯子没？都是军屯，
就被分配到那儿，身强力壮的到山上打猎，打狼、打老虎，当那黑匣子。人死不死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野物得活下来，装到笼子里，拉去木兰围场，供皇上和那些王爷们打猎用。还有去挖参的，一年四季都在山里刨食，稍有不慎，就成了那野物嘴里边的干粮。这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可在这宁古塔，有比老天爷还凶残的。不孝敬，过不去。多谢顾先生。哎，姑娘叫我啊。你别说便宜话。会烧火吗？你看这木头啊，就像这么堆着就行，别压在火苗上啊。你老压在上面，难怪它冒烟呢。学会了，他们不教我，还总开我玩笑。不出半个时辰，这屋里就能热了。你是官差还是兵？我是犯人。来碗酒。吓得我拆开了门。那你要谁敢动？哎！我去你！李少爷，你这练的什么功啊？练什么功啊？搭把手，搭把手。你衣裳呢？刚才进去耍钱，让人当了洋果了。我明明是对虎头，对面是对铜锤，哎，他愣说关外就是这般玩法。营特搜了，衣裳也给扒了。哎，不是，衣服。跟我进去，先把衣裳赎回来。赎回来。哟，古爷，来瞧新鲜来了，古爷，来，刘强。顾爷。来呀！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，就是他。天灵灵地灵灵，赌神不下第一灵，筹集小鬼抬元宝，一只抬进门，通杀。7点，天门第1府，庄家第3府。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。啊，就是他。他是我们这儿有名的恶人。你输了，是个对子。什么对的不对的？你看清楚，这张牌是10点，这张牌是11点，是你输了。你赖个啥？哎，点子大就赢，点子小就输，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？谁敢说不是？兄弟，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？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。规矩，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。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，不然掰断你的指头。
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，是你脑袋硬，还是我子弹硬？怎么？我是厦大，有种你就开枪，开！你猜我敢不敢？你吗？我赌你不敢，你不敢。诸位，帮庄还是帮闲？再不下注，我就扣班机了。2。哎，李家大少爷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。苏小姐，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这是我当地的好朋友，武兄，他对宁古塔的事儿熟得很。我在这儿的马场买了300匹马，需要运到中原。古先生有什么好办法？买马，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要是论耐力，穿马、颠马都挺好。难道你要买的是军马？还不知尊驾是谁呢？我敢说，你敢听吗？这个雇大船从海路上走便是。这马要运到南边儿，坐海船起飞越走越远。马运到南边，你是？我怎么？武先生怕了，可以先走。你是反贼，我是流民，没什么好怕的。顾兄，你不是想帮那对母子吗？陆小姐能走了，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，帮他就帮你呢。还不知道苏小姐具体要把这些马运到哪儿？只要出了城，其他事儿不用你管。行吧，那容我想想办法。等一下，辛苦古先生。苏小姐，你不怕他告密啊？要不是我给他开门，他早被打成筛子了。这个人是个聪明人。将军，那小人告退。大人，你要逃到哪里去？我哪敢逃啊！我把苏家那娘们儿和小崽子都丢到地牢里了，像苏那死鬼，我都让人挖出来搜了几遍。这钱到底藏哪儿啊？这个事儿
要着落在你头上啊，这个我去谈。只不过他男人命都搭进去了，这抽水方面该怎么抽啊？年前我要跑一趟吉林，孝敬上来，得多多的备银子。给你3天，事儿办不下来，明年让你上山抓黑瞎子去。是。刚刚来那老西子，你到他住的地方去，再给我抠出几百两银子，要不然那海盐一个粒儿都别想拿走。是。大嫂，苏大哥的尸首我找回来了，已经埋上了。你放心，等开了春，找人好好修一下墓地，再找个石匠，给他雕块好碑。谢谢你的好意啊，顾先生。那姓徐的官大对我讲，说了事情，将来给孩子补一个骑兵的位置，给我在城里找套房子。你答应他了？老虎跟你商量，只吃你的胳膊，留着你的腿，你能信啊？他恨不得把我们的骨头渣子都咬碎了吞。大嫂果然有见识，他还限了日子。几天？3天。我会尽快救你们出来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。顾兄弟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你一定要把孩子带走，我求你了。娘，我求你，我哪儿也不走。你别，我就在娘身边，我就在娘身边。我给你可好了，顾先生，我只求你这一件事，把孩子。四爷，嘿，顾先生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，请。你是江洋大盗啊，还是读书人造反才被流放到宁古塔的？净说孩子话，牵扯出去。哎，顾先生，不知四爷上回给了多少门宝啊？我寻思着着急回家，就给了400两。可是徐官大非说山西富甲天下，这个钱不够。给的越多，只会越麻烦，只能让他觉得你越有钱。你明白的告诉我，你若帮忙，需要多少钱？莫怪。这样，过3天，我把盖了城防大印的盐引子给你送过来。至于钱嘛，我在宁古塔要钱也没用。不过我倒有一事需要四爷你帮忙，过些日子告诉你。顾先生，你若能帮小老儿度过这一难关，日后但有吩咐，必尽全力。顾大哥，怎么，四爷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四爷没有什么要交代的，倒是我想打听个事儿，成不成啊？啊，你问。你流放多久啊？过了这个春节第5个年头。哎，我听说这都是大盗反贼，你怎么也不像？我就是大盗反贼。我之前杀了很多人，所到之处，鸡犬不留。我不仅杀他们，我还抽他们的筋，喝他们的血。吹牛吧你！你从头到脚就是个书生。我要是大盗反贼就好了，一刀抹了我，省得我在这里不人不鬼的熬着。
哎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，这鬼地方，以后能不来别来了。哎，你当我害怕吗？我跟着爹去西蒙送药材，春天的时候，到处都是狼群，我们睡觉都要点着火把自己围上，我也没怕过。这野物固然凶残，却比人强上许多。这天底下最歹毒的，就是人性。年纪轻轻，说话像个老头子。我有吗？你是犯什么罪来的？哎，不高兴可以不说啊。说也无妨。当年我会试的时候，就是考状元。是考状元。当年我会试的时候，有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，说我娘在家中重病了。你说我哪还有心思再考下去？匆匆交了试卷，准备出去，但科场有科场的规矩，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。他们呢，就说我咆哮科场，把我抓起来，流放到这里了。那你是被人害了？后来我也托人打听了，我娘在安徽安然无恙了，很明显就是有人在科场诬陷我。这5年来，我朝思暮想，却还是没有头绪。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保佑你，一定能查清楚，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。死丫头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来了。哎，我还要再问一句，这5年吃了不少苦吧？哎，比起别人算不错了。刚来的那1年，在海盐厂干的，双眼几乎瞎了。后来遇到一个懂医术的，帮我调理，这些年慢慢康复了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不问了。我爹呀说的对，我呀就是不会说话，一说话就戳人脊梁骨。你不许生气啊！哎，你几时回到中原？到山西来找我们？进来，进来。坐。有主意了？啊，主意倒是有了，不过咱们得先说定了。你讲，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。出宁古塔或许是有办法，只是出了城以后，你打算怎么走啊？我自然有办法。这可不行，你得给我指一条踏实的路。你这300匹战马，出了城以后，过哪个关卡都不容易。再说了，我还带着个孩子，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小命给丢了，是吧？哎呀，顾兄。我看你这就是害怕。我九死一生来到宁古塔，死我倒不怕，只是家中还有老母和兄弟，我不能因为伙同你们而连累到他们。你得让我信你。给他。辽阳卫的守将是我们的人，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关防。我们出山海关入直隶，下山东，坐船回南。如此便好。古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，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。我不做反贼。这2个字很吓人吗？你宁可在这当奴才，也不肯为我效力。人各有志嘛。顾兄，你现在是个留人身份，谁敢收留你？谁敢保你？你想读书考不了功名，想做买卖，你连个籍贯都没有。你现在这样，你敢回家吗？天地之大，无处存身。这话见得明白。回到中原做个黑人，担惊受怕的活着，
值吗？实不相瞒，高堂老母体弱多病，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，怕是都没办法见她最后一面了。当年我在考场受辱，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。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啊？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，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好，古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，一点见面礼，留着防身。哎，李青少爷，你还未成亲吧？那自然是没有。那便好。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，不成个亲再回去，太可惜了。你这说什么酒话？妙计呀！来，随我进城，给你挑个好的。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不是你5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，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？不是，哎，非得是我。冷静啊，听我说，这是京城5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。昨天晚上他得了一梦，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，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。这一大早啊，肥猪就拱门了，你也太没有眼光了，你像个小伙呢！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都给我下去！姑娘，您能不能先下来？我不下去。昭君姐姐，要不您先回去，梳洗打扮好了，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。我就不下去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可捡着了。我这一走啊，这宁古塔大半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。差不多吧。李大少爷，我去布置洞房，少赔，回去。哎，我把卖身契还他。回去。多谢二位。你快起来。哎呦，我死了算了。温柔乡啊，看来你是舍不得走了。滚蛋！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，京城5省连号的大少爷正在窑子里成亲，全城一半的老百姓都去凑热闹，凡是去的都有赏银，4个碟子8个碗的流水席啊，酒随便喝。我刚回来，我现在进去陪他喝酒，你也知道的，他一喝多了就倒了。你看你要不要啊？大人，
我看你是嫌自己小命活够了，用不着等到明年春天，现在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熊瞎子去。大人息怒啊，怎么生这么大气啊？交代你2件事，你办了没有？说。回禀大人，您交代我的2件事，我都办妥了。钱呢？我跟那母子俩都谈过了，他们说，大人只要5万两银子，很仁慈了。要是能把他们母子送回中原，就算是10万两，也愿意乖乖的呈上啊。你答应的？啊？真的把他俩放了？你还有几年刑期啊？还有10年。你把银票骗出来，我给你减5年。当真？像那对母子一样，放我回中原？你活着回去。懂了，大人。那你好好喝着，这壶酒下去之前，我把银票给您送过来。他信你，你得受了孩子这个礼。我们宁国台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贪，贪财，更贪命，每个人都想逃出去，可怜可惜。顾兄，你呢？你是怎么来的？你想不想回去？这对母子我就定了。姓徐的，我忍了5年，就为了这一天，会师被人陷害，我必须查出真相。你怎么了？你要哭啊？有话说。这样，不许喊。我一条贱命，大不了咱俩一起死。嗯。不行。你把他们放了，我钱不要了。这些年你敛的财也够了，逼死了那么多人命。今天的事情你要想秋后算账，只找我一个人，记住了吗？辛苦的，行。宁国团200多年，还没见过犯人绑棍的，你逃不掉。咱俩再见面的时候，老子把你劈吧！说只带2个人走，母子俩都得带走，留下谁也后悔。
把他剁稀碎，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同志，一路下去便是疗养，咱们就此作别了。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若在一起，只怕到最后谁也走不了。顾兄，李公子，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，咱们中原再见吧。李兄，那就麻烦你照顾苏大嫂和她孩子。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妥当了。我把他们娘俩放在京城的药铺里，买个身份，让孩子当个学徒。李家在这江南江北养了几万个伙计，还怕再多这2个？顾兄，我应了你。别走！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徐管带要追上来，你能护着他吗？他现在自己走就是个死。一报还一报，这2人我带走，可把情分还完了。要护他，除非跟我回南。先走一步。哎，苏小姐，顾先生，等一下。刚来宁古塔的时候，我还纳闷呢，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，也不堪压起来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，逃都逃不出去。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？听天由命吧。你要答应跟我回南，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。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，但若是做了反贼，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苏小姐的一番美意，我心领了，咱俩的账清了。见他们跑多远？走！都给老子走仔细了！不许你！都别走！
行了，刚给你拔了剑，狼牙剑上有刀刺，幸好没伤到骨头。是。我爹说你不能喝水，来，吸点湿气，舒服一下。 怎么在这里呀？元儿，你出去看着。郭兄弟，你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帮长思渡过这一难关，亲手小老儿一拜。我们呀，本来在双架山外路口等你，可是玉儿非要去山下接你。 幸亏听了他的话，不然咱们就错过了。你的命可真大呀！这大雪天，半个时辰你就冻成冰棍了。四爷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们追上来发现了，不光是你，连同你下面那票伙计，都会被我连累。我长思行走江湖一辈子。 别说是恩人，就是萍水相逢，我也不能生在路上。你放心，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，一步不停，天黑之前可以赶到嵩山，他们应该追不上了。他们骑兵精良，就算咱们早走1夜，不出2个时辰，他们也赶得上来。在这雪地里。 车辙的痕迹抹不去。徐大人，有何指示？徐大人，滚开！里边去！让开！车上是什么呢？大鱼。盐呢？没有盐啊。对吧？是不是你们勾结好了，要帮着刘人出逃啊？小老儿一辈子坏的东西不吃，犯法的事儿不干，跑江湖的人就怕惹官非啊！哎呦，谁敢帮这个忙啊？小人说的都是实话。没有，没有，不可能！2条腿能跑过4条腿？
咱们这一路过来就没见过旁人。你在车里。是，大人。 知道藏你6人的后果。你小人有几颗脑袋，敢干这种事儿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大人，本来说好今天要去吉林的，要不等您回来以后再细细的。都上马！老东西，这人要是找不到，我就着落在你身上。别以为你躲得开。小人说的是实话。孩子，赶紧上车，抓紧赶路。别听这事儿。孩子，到前面山头，给我看着。如果那帮人再回来，赶紧发信号，惊喜着点儿，咱们保不齐先。好嘞。 C， 稳妥起见，让装满盐的车先走。兄弟们，把做饭的家伙事拿出来，凿开冰面，往那3辆车里灌，把你们吃的面饼泡了香油，撕碎了放在筐里，系上绳子放在水里，半个时辰以后提起来，抓了鱼装车里。这里地势一马平川，藏不住人，只能冒险一试了。 怎么样？骗过去了吗？我交代的东西送出去了吗？你放心，没问题。走。哎，兄弟，寻子17号吗？怎么子？
老兄可不要乱走啊，让巡场看见就麻烦了啊！我从会市来找个唐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编的就剩下一口气了，托我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辛苦，上品下云。嘘，巡场的来了。哎。 我从会市来找个唐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编的就剩下一口气了，托我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辛苦，上品下云。我是古平原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古平原，我是徽州的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古平原，我是徽州的。考场之内禁止说话。刚才有人找我吗？走。我是古平原。科场之内，这里都是局子。 难道说你们在抓贼吗？家中老母病重，我心如刀绞，学生要交卷，这一科我不考了。查，徽州生员古平原，咆哮科场，辱骂上官，犯大不敬律。着，杖50，流放宁古塔15年。 走走。你这个傻子，你被人害了。可我听得真真切切，他娘憋的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年纪轻轻的，被流放15年了，你可惜了吗？这谁要害他？刚多大了，他那个这事，谁说不是啊？哭什么？谁哭啊？先擦还来得及。你把我们都吓坏了，一直说胡话，一会儿喊打，一会儿喊杀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山大王呢。哥。 干嘛？哎，别，你乖一点。你这是发烧了，受了外伤，被冰水一激，热毒全出来了。我跟爹爹轮着班照看你。大夫说了，能不能好，这几天很关键。不说这些了，哎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有一个人，他这辈子做了好多好事儿，他死了之后呢，见到阎王，阎王爷就跟他说：“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人家投胎，随便挑。”于是他说：“我想选一家家财万贯、无父无母、娇妻美妾，一辈子平安吉祥，最后得享高寿。”阎王爷就说：“哎，老兄。” 要有这样的地方，我就去了。你来当阎王好不好？不好笑是不是？若要来生，
想像你一样跑马吧，不读书。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你死不了。是吗？嗯。你看你，自己夸自己是大男人，结果怕死怕得要命。哎，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，在悬崖上睡过觉，在草原上遇过狼群，我都没怕过。就开始怕了一点，后面我就不怕了。我如果真死了，有你们哭，有你们埋，我不怕。老天爷真是帮忙了，热毒啊，居然给降下去了。真成吃糊的了，喝口粥都费劲。打上初一啊，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大难不死，必后福啊！四爷，我顾平原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，我一辈子念你的恩，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可以报答。哎，讲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我长此走了一辈子江湖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能把你救活，算是圆满了。常姑娘的，这几日我迷迷糊糊的，每次醒来看到她，不是在煎药，就是在打水洗手间。我这一条贱命，还能有这种福报，我想好好谢谢她。不说她了，说说你吧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乡里的那些人都知道我被革了功名，
被流放了。我怕我猛地这么一回去，会惊动官府。你就跟我一起回平遥吧。我怕不妥。好了，就听我的吧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有个老娘，还有弟弟，还有个白老师。还有个老师？白老师对我很好的，他还把他的亲生女儿许配给我。郭兄弟，你不是说你未曾婚配吗？啊，我说我还没成亲，本来约定的等大考完之后再说亲事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你好好歇着，少说话，伤气。快到家了啊！都打起精神来！你看，那就是雁门关，说书先生讲的。金刀杨老令公带着7狼8虎镇守在此，要不是双龙会在那奸臣潘仁美所骗，何至于把一位盖世的英雄逼得撞死在这山上？我真后悔。人家被撞死，你后悔什么呀？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，我总抱怨他，听书只能听一半，不管多么牵肠挂肚，非走不可。再回来，要么换了一个说书先生，要么换了一套书。只有那年下大雨，马队走不了了，我完整的听了一部《杨家将》，只可惜我喜欢的人全死了。但现在想想，倒也是，好日子难得。你看，像我爹，这几日这么高兴，还有你陪在我身边说笑。这么好的日子，不知道将来想起来，会不会也特别难过？你当我瞎长吧，我爹总说我爱胡思乱想，没个正经。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。古人常说，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人这辈子快乐的时候，本身就没有多少。下次你爹再跑马帮，我想跟着，学学做生意。我爹说了，你是读书人，是要考状元做大官，经商是建业。我还考状元呢，我都被人革了功名了，这辈子都没有当读书人的资格了。天底下士农工商，但谁说商人就不如读书人？哎，你说如果我求求你爹，让他收我为徒，教我做生意，他能答应吗？我爹必然十分欢喜。他若不教你，我可以教你。嗯。哎，古大哥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你想？你千里迢迢逃出来，就是为了跟我爹学做生意？我若说是，那便是骗你。实在是，我经历的这些劫难吧，都太过古怪，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原因。但这辈子，就算是豁出命去，我也得搞清楚。什么？在我儿时，我爹外出会试，结果一去不复返。待到我要去京城会试之前，老娘再三叮嘱，无论如何都要找一找我爹的下落。我去到京城四处寻访未果，之后，便在考场里出了事。我总觉得后头有一只手，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向我父子痛下杀招。至于中间的是是非非究竟是如何，我若不逃出来，一直在宁古塔，我想破了脑袋也没用。那你要到哪里查出真相？开始只想着先逃出来再说，如今真成了流犯，天下之大却无处可逃，真是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古大哥，你是好人，天下有路，天下人走，你不妨委身在此，学学生意，等到朝廷大赦，再动身也不迟，何必长吁短叹呢？你说的对，我是读书人的酸气啊，又冒出来。准备下山。
咱们快到家了。死车不见了，四爷，搁哪碰到了？发财发财！哟，回来了啊，黑子哥。四爷好啊！好。哎呦，拜个早年啊，四爷发财！四爷发财，四爷发财啊！发财发财！四爷，恭喜发财！哎，曹四爷回来了。哎，啊，四爷，有些日子没见了啊。哎，没见过银子啊？好家伙，这银山，这不得上千斤重啊！怪不得叫祭祀贼呢，这天底下谁搬得走啊？这就是王天贵的票号，平遥城里第一不仁不义的东西。若不是他，我爹何至于到冰天雪地的关外去受罪？走。四爷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爹前年就不打算往外跑了，买了一个房子，包了官家的2亩盐田。这王天贵不知道听谁讲，说我家那套宅子盖在平遥县城的龙头上，最是发达。他几次想买，我爹不肯卖，他就唆使那李赖子到官府里去告。县太老爷也被他给买通了，案子挂起来不审，还封了盐田，说结案之前不许出盐，差点没把我们家给憋死。我兄弟，看看我这套宅子呀，是平遥城里啊最好的私房料，风水好，聚气。好好露一手啊！这是花厅，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我兄弟，这就是后院。哟，四爷啊，您快尝尝。这刚拆封的老酒呀！好酒。来，闻闻。我们山西人生了闺女啊，就把50斤的酒埋起来，等她出嫁的时候，挖出来喝就叫女儿红，儿子叫状元红。我这几坛酒啊，可是平遥顶尖的酒房里酿出来的尖红，晚上好喝。晚上给我喝倒。好嘞，四爷，谢四爷。哎呦，来，学弟吧。这就是后院，这是正房坎位啊，男主人住的。这边是西厢房，玉儿住的地方。这东边呢，升旗位、喝茶、活动的地方。黑子，啊，烟交了吗？放心吧，钱都结完拿回来了。赶紧把红包包好，明天一早啊，大伙儿要回家过年了。劳齿加一，每个人呀多分1成。但我怕还不够还王天贵票号的钱。有人在就有钱在，大伙儿跟着咱们冰天雪地担心受办了这么久，咱们自己少点，没事。走。哎，你别拦着我！程老头在不在？我告诉你，让他赶紧出来，把盐田还我！怎么回事？四爷，是李赖子和王天贵那票号的管家，我这就给他们打出去。哎，马上就过年了，哪有把人赶出去的道理？客气着，把人请进来。行。四爷，您辛苦了。来前就听说了您在关外的事儿啊办得顺利，给您道罚了。啊，感谢相慰。总算年前赶回来了。今天晚上犒劳一下兄弟们，咱们有天大的事儿，此时就不必提了吧？衙门都封印了。过了上元节，我会让黑子到票号把账消了。还有什么要请教的，一并说了吧。不敢。您是老前辈了，有事您吩咐一声，我随时上府上为您效劳啊。程老头，你偷我们祖上的2亩盐田，什么时候还呢？老官司扔的，我跟你说话呢。
你说那2亩盐田是你家的？对啊，就是我家的，我祖上的，我老祖宗的，明代就归我。你是偷的，你是抢的。哎，你小子笑什么呢？哦，我笑，老兄你够聪明的，这2亩盐田真是你家的？难道我李赖子还能骗人不成？那四爷这2亩盐田是跟谁买的？官府啊。那如此说来，就算是要还，也是四爷还给官府，你再找官府要，这才是正办。谁裤裆破了，把你给露出来了？要你管什么闲事儿啊？你说，如果现在有个姓朱的人跑出来，说这天底下都是他家的，那万岁爷是给还是不给？你口口声声讨要明朝的祖产，对前朝如此追捧，四爷，我看此人像个反贼。谁是反贼？你胆子好大呀！你这是要把天地调回来呀？四爷，咱们写个禀帖送到县太爷那儿去，办他个御案，给他押解进京，到了菜市口活剐了他。不是，你胡说！我怎么就被活剐了？官府发卖的东西，你竟然跳出来打官司，说人家偷你的、抢你的，这就等于说人家官府是贼呀！好家伙，你这一下可把大清入关定鼎以来所有的皇帝都给骂了进去啊！剐你剐谁？不，这里面藏这么大事儿啊！王天贵他这是坑我呀！莫要胡信，这和我们东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你叫我帮个忙，就给我几个小钱，就送我去活剐了？啊！你们这帮丧良心的，这是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哼，这种反贼，县太爷还要给他撑腰。过了上元节啊，我看呀，还是写个状子，好好问问。这位小哥，还未请教您是？我常侍远房的侄子，这次关外啊，他入守，我把他带回来以后，家里的事他要多管一些。先生听着不像本地人呀，倒有点像淮阳那边的口音。是啊，我是徽州人，读书不成，跟着四爷学做生意，还请指教。好说，好说。我今儿来呀，就是为了这份约。票号的规矩，四爷都知道。银子是铁门槛，人是馒头馅儿，管他过年不过年的，该还的，到日子就得还。我前脚刚到，你后脚就来要债。阎王收人都没有这么急的。今天黑子已经把账算完了，现银子就摆在那儿，你让王天贵自己赶着车来捞，我要跟弟兄们去喝酒去了。哎，四爷，等会儿。四爷呀，您好好看看，这钱呐不够，差多少？年后我再跑2趟，你们继续便是。你这个时候给我添堵，好玩吗？哎呀，四爷，我哪敢给您添堵呀？您好好看看，这约上写着，头年10月，在衙门立的县尊大人做的担保是5分利，利上滚利。还有呢，若本年内未能还清，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。就是差1丝1毫，那也是未结清啊。四爷，我来呀，就跟您讨2字儿。您要说成，我明天找人替您腾房子。我们东家呀，想在这过年了。
您要说不成，我马上回去。明天县尊大人会发令签，派人封门。您看我回去怎么跟东家回话呢？啊，这冰天雪地，又是年关，你让我住哪里？住街上吗？哎呦，四爷，我也没法帮您想主意呀。急什么呢？时候还没到呢。时候怎么没到啊？上面写的呀，于本年之内。明天才是大年30，初1之前都算本年。那又怎样啊？店铺上板，衙门封印，难道你恶精尿淫能拿出来？非得年30把你轰到街上，你才高兴啊？约就是这么立的，白纸黑字就是这么写的。管家，你照做便是，请回吧。你好，我就再让你们喘一天气儿，我倒看看这银子怎么从天上掉下来。我是不中用啊！着了王天贵的道，我真是糊涂蛋。这世上怕是没有比我再笨的人了。四爷，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咱们商量商量。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年前，弟兄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啊！干一个！来，敬四爷，我们来敬你妹，干，辛苦了，干！哎，好，啊，没事，好。爹，你省着点喝呀！你跟大家伙抢什么呢？没事。黑子，来，敬弟兄们一圈，来倒上。来，弟兄们！四爷过来敬酒了，兄弟们，来敬酒啊！看吧，年年如此，今儿一定要喝个烂醉。跟了我大半辈子。往年喝醉是因为高兴，今年是我的只怕会醉得早一些。子侄辈后来跟上来的，跑马帮。怎么？王天贵的管家刚才带着份契文过来，要四爷腾地方。这辈子能有你们不是给他钱了吗？还欠了718两。我把爹拉回来，借酒浇愁有什么用？你坐。继续出门。是。你有办法？老掌柜，身体结实。那你去添什么乱？咱们一起干了！你看，四爷但凡有招，何至于把自己喝的那么多？劳累各位弟兄了，我先干为敬。来，咱们一起干了！哎，黑子，来，来杯。年30被人从家里赶出来了，我明一早想个办法弄个房子，让爹别太难过。古大哥，对不起你啊！我的命都是你们救的，你莫急啊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那要是没办法呢？那就睡大街呗。我都出了宁古塔了，对我来说哪儿都是好地方。好酒要喝好，兄弟们，你们喝啊！我让你们夫妻睡会儿。喝好。我没喝多。我看你们喝一个，过去。哎，你别哭哭啼啼的，你这样我怎么想办法？那我去别处。不是这个意思。你陪我出去走走，透透气，你也带我见识见识。走吧。
大约够了啊！你什么时候跟着四爷一起跑马帮的？大概比这个小一点，3、4岁。我娘走得早，我是在马车里摇摇晃晃长大的。哎，真好。我小时候就在乡里念书，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去省城考举，然后呢，就是去京城考进士，再然后就是去宁古塔。只想和你一样，到处去走走。 在外面跑久了，就特别想在家里待着。我爹也说了，他早晚要把鞭子收了，车队卖了，在家好好养老。你们那儿经常下雪吗？很少的。我家是茶农，那边有片茶山。要是有朝一日可以回去的话，我一定请你喝我们徽州最好的茶。好倒是好。 我就怕我没那个福气。哎，你当我瞎说？谷大哥，你吉人天相，一定能回去的。我肯定吉人天相，蒙你们一家子照顾，我才能活到今日。你放心，房子的事也会逢凶化吉的。 可去草原的马文，我也还要请马帮送一趟药。哪一个有医院来的？早就听闻平遥城富甲一方，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做生意的。平遥城就是这样的，都是马帮多，票号多，当铺多。小孩子只要不是读书的料，就早早被送去学做生意。可惜我不是男孩，不然我也可以帮我爹做生意。 可去草原的马文，我也还要请马帮送一趟药。哪一个有医院来的？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常姑娘，起开，别等着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解眼下的困局，你要不要走？草原上那几个王爷打起来了，听说是抢草场，专门派人过来买药。我这先给了应当，明天就要走。明天，明天就到我坑去。 我的伙计也不干呀！说的对的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到了那边再来句话都不会说。就是，我谢谢你了。哎，您是？我是常四爷的女儿。哦，那正姓四爷的，他来了吗？他跟伙计们在一起喝酒呢。我是四爷的族侄，四爷让我带句话，这单生意啊，他接了。 四爷真是英雄了得呀！我操，他是真的敢去呀！哎，来来，这件事情不好说笑。我没有说笑。你知道可哪啊？
这个季节往西走啊，得过河水沼，翻多着山，那山高的呀，连鸟都飞不过去。今天请了这么多马帮的人，没人敢接手啊。我应付应付，让那个蒙古人明天再去别的地方碰运气。哎，你不相信我能做得了四爷的主？直头请。来。诸位，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和大家说一声。四爷这房子还差着银子呢，今日若再交不齐，就要被王天贵收了去，四爷他们全家就要睡大街。这是咋？我擅自做主，接了一趟去科尔沁草原送药材的活。二位请坐。你谈风。随机应变吧。你们好好谈。范龙是吧？我来和你谈，只要我能答应的条件，常四爷也一定的。常四爷我认识的嘛，以前经常跑蒙西的嘛。我们王爷也认识他，好得很。来，喝酒。哎，好汉子，好酒量嘛。来，来，哎，所有的这个汉商呢，都是我接待的，以后就把我当自家兄弟。行啊，承蒙照顾了，还不知道你们到底送什么药啊？我没去过西蒙，我也不了解那里，但是我们老家有句话，叫千里万里行，则必至。意思是，不管多远的路，只要迈出脚去，就一定能走得到。不行，最多60天。这个夏天的时候我跟我爹走，最少也要2个半月。对呀，那还是夏天呢。这回风雪交加，又要翻多折山，又要过黑水沼，路上连个客店都寻不到，我看够呛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时间是王爷定的嘛？莫说王爷了，老天爷要求的又能怎么样？我们毕竟不是神仙。你再找别人吧。走了。哎，老兄弟，老兄弟，不是谈生意，谈生意，生意是要谈的嘛。坐。你既然都喝了蒙古人的酒，那就是蒙古人的兄弟。这个事情早点谈下来，我早点回去交差，是不是？时间上的事情，最多再宽限你们10天。你们走得快一些，这个马帮的脚力费我给的高一些就好了。这个，那既然脚力费能给的高一些，我想老天爷也应该赏脸一些。天热之前这个药如果是送不到的话，我们仗打输了，操场、女人都没了，到时候王爷一定会砍我的脑袋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，就得看我们跑得快不快了。是这样啊，现在那些伙计估计很难答应，毕竟是大过年的，谁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命搁在外头。除非，在他们走之前，先给上一笔安家费，让他们心里踏实了。而这笔钱还得你先出。老兄弟，你这个谈法不规矩。不规矩？不规矩。你要是都死了，你上哪儿去说规矩？我告诉你什么是规矩，把药尽快送到。你那边的人没事，我这边的人没事，先把自己的脑袋给保住了。你挣再多的钱才有命花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规矩。你们2个挺能谈，
叫李现、叫廖成，我跟你去。对呀嘛，反正也没成亲，挣了钱娶媳妇儿呀。笑什么笑啊？这事儿要定也是四爷定，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吗？哎，四爷，哎，四爷，顾先生定和我定是一样的。常四今儿啊，遇到难处了，就一句话，大伙儿帮不帮我，我都感激。江湖讲究，胳膊上跑马，吐唾沫定钉。今天啊，我是求大家，我不躲。四爷，别看。饭后啊，大伙儿回家一趟，跟家里人讲，现在答应我，我不信。家里人点头了，你们再来，交利钱啊，都多加2成。谢谢四爷。小六子，哎，四爷，回来娶媳妇啊，你还欠我一杯喜酒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来吃饭。走，这就。好。哟，四爷！哎呦，我的好常四爷呀！哎呀，您这大驾光临，我有失远迎了，应该我到您府上亲自去问候啊。等你来把我轰出家门啊！哎，常四爷，这个“轰”字用的不好，谁不知道您常四爷是我们平遥城的老前辈呀？再者说了，咱俩打交道这么多年。我这人向来守规矩，我是怕我坏了规矩，惹人家常四爷不高兴。哎，四爷啊，今儿晚上的事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咱们来个2家并成1家，过个肥年。等上元节一出，您那车队啊，该卖的就卖了。您好好弄2亩盐田，这才是正经事儿。这是4大横的票，把账销了吧。安天贵，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，我常四没有违约啊。验一下。四爷，这笔钱没有委屈你们啊？天底下活着哪有不委屈的？动您的笔吧。四爷，这是小号的余款，和您之前的房契，其实早就准备好了，您想拿？那我就
恭喜常四爷了！我提前给您拜个早年，祝您财源广进，生意兴隆。以后有用得着小号的地方，您吱一声啊！也希望你财源广进，多积点德。死之前呀，生个儿女。俗话说得好，坟是土馒头，人是馒头馅儿。活着的时候金山银海，死了以后连个上香的都没有，做个穷鬼，不好受。这。狗大哥，我看你半天了，没敢招呼你。怎么，怕我跳下去啊？要跳，你在宁古塔便跳了，还是今日啊？睡不着觉，出来想想心事，想想将来的事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想你娘，自己在难过，是不是？有时候道上风雪阻了，一个人坐在外面，我就常常会想起我娘。我对她记得很模糊，我只记得下葬的时候，她头发还是黑的。她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脾气，我问了，爹也不肯告诉我。你也同我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是思念娘亲。我是老娘，明明在徽州，但回不去，无法尽孝。他一人抚育我们兄弟2人，奔盼着我科场扬名，谁想沦落至此？在宁古塔，每个人做梦都想逃出来，可真的逃出来又能怎样？天下之大，无处安身，有家难回，有国难逃。想起小时候私塾里，先生每喝醉酒，总会唱戏，唱林冲夜奔，80万禁军教头，急走忙逃，顾不得忠和孝。如今想来，真让人同声一哭啊！所以，你一定要接这个买卖，是吗？我很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担心我们到了科尔沁，你会留在那儿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瞒不住我的。我留在四爷身边，只能给你们招致更大的祸患。我不能只顾着自己啊！倘若你们这一次可以平安往返，也算是我报了他的大恩了。哎，哪个要你报恩？你当真好笑！你怎么了？我去睡觉，你跳吧。啊？队长，前面有休息的地方。老爹啊，都准备好了。兄弟们。走黑水长，是咱们拿命跟老天爷换饭吃。
走。大家都记住，6个人在前面打前站，用木棍敲地面，能走则走，不能走就留路标。兄弟们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吉祥天天亮，富贵保平安。哟吼天快黑了，都提提神儿，加把劲儿，过了这段就休息。打个针儿！哎呦吼！哎，弟兄们，歇歇脚啊！四爷，把水枪给搞的了！住手！拉住人！不要把人推下去！快走！撤不了了，快叫人！车马分离，把马将撤了！快叫人！把马将撤了！叫人！叫人！快叫人！叫人！叫人！这哪会陷进去啊？出色儿了！小姐出色儿了！爹！月儿，月儿，爹！月儿，爹来救你！爹！小姐怎么会跑到那儿去了？小姐从宫回来，估计早就迷路了。月儿，别怕，爹来救你！爹，可不敢，可不敢！回来，回来，月儿别慌！顾兄弟，顾兄弟，顾先生，顾先生，当心啊，顾兄弟！放下！顾先生，慢些，顾先生，小心啊，顾先生！赶紧用胶带系绳子，系石头，快！快把裤带系好了！月儿，月儿，你别慌，你别慌啊！把手给我，再近一点，手，快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你现在别使劲，要不陷得越快。来，别怕。来。没事没事，别怕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别怕，再不多看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沉进去了，可就看不见了。我知道。顾兄弟，月儿，坚持住！顾先生，快快快！放下来，放下来！就我最没用，我把你害了。我把你们都连累。别说这样的话。大不了咱俩一块死在这儿，一块死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，一起说说笑笑，不是挺开心的？你们两个不要乱动，越挣扎陷得越快。月儿别怕，
爹教你！棒子不够，快点拿！让开！再找好几个，快！古兄弟，接着！撑住，古兄弟！古兄弟！顾先生就是先生，抓住！顾先生，小弟有救！顾兄弟，拉紧绳子，分到身上！好像有救了。我问你个事儿，之前我是不是说话得罪你了，让你不高兴了？你没得罪我，我刚刚真的以为我要死了，你过来，我心里快活的要紧，就算死了，我也高兴。顾大哥，我以后再也不生你的气了，我们俩的命是长在一起的。这些话我没跟别人讲过。你也别跟别人说。我不跟别人说，我不跟别人说，放心，我不跟别人说。兄弟，我的好兄弟，好久不见，你可来晚了，简直就是九死一生啊！能见面已经是老天爷赐的福气了。四爷，又见面了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九死一生啊！托长生天的福啊，只丢了一车货，其他完好无损。好，这会儿回营地，晚上好酒好肉伺候着。王爷在吗？我得先给王爷磕头问安啊。那可不巧，王爷刚刚带兵出征，跟西蒙的小汉王打仗去了。哦，走吧，走，先回家。走。住。来，马帮的兄弟们，先吃喝一点，填填肚子。犒赏了10只羊，晚上继续喝酒。感谢汉龙大管家的盛情。干！喝了！啊，孩子，你带着兄弟们下去，把帐篷安顿一下。我和古兄弟一个意见。得嘞，来，你们仨跟我走。好。大管家，我来接你。咱们啊，先不忙着喝酒，我觉得先把药品啊尽早的发放下去。这个病要是闹大了，那可不得了啊！四爷说的对，这个病闹起来的时候，连马都上不去。所以王一着急嘛，让你们按时到。我们到也到了，先清点一下药物，把银钱和账目算明白，我再陪您喝个3天3夜，好不好？这样你心里安心，我带的兄弟们也都安心。这个事情嘛，我要问一下王爷。汉龙大人，王爷走的时候没有交代吗？这批药材他不是催得很着急吗？我兄弟，你听我跟你讲，那虫子在我们肚子里，又不在你们肚子里。我问完王爷也没有几天嘛，你们着急干什么？难道这草原上的酒不好喝，羊不肥吗？你们就好好歇着。
反正虫子在我们肚子里，不在你们肚子里，这是什么话呀？感情这个汉龙他没生病，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。催我们的时候急如星火，我们紧赶慢赶的到了，又说这种不着急的话。跟这个汉龙打交道，可真要费点心思。他是个假货，他不是蒙古人。你跟蒙古人打过交道就知道了，没那么多花花肠子。 C， 现在王爷不在，汉龙当家，几万两银子的活，难保他不起贪心。哎，说得好！哎，蛇中铜钱的都商量着呀。 姑兄弟，喝酒喝酒。哦，对了，汉龙大人，王爷回信了吗？不着急，先喝酒，喝酒啊！哎，四爷，您不着急，肚子里的虫子难道也不着急吗？姑兄弟，你是个好汉子。 我也是好汉子，我跟你打个商量，你的面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个？不是，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在您大人面前，我哪敢讲什么面子呀？您需要我们做什么，尽管吩咐下来就行。干杯！啊，来！那这样，哎，王爷在前线打仗打得不顺气、不顺手，不停地在催药，这个钱的事情，他没有讲过。 他在气头上，我们也不好问。既然大家都是兄弟，你就先把药给我们，让士兵们吃了药，身体都棒棒。这个仗一打赢，这个王爷一高兴，说不定还多给你们几个呢。好是好啊，只是我们马帮的这些兄弟都是苦出身的，就一家老小要养的。如果在这草原上耗了太久，要等到王爷打赢了仗再回去，那全家都给饿死了。您看，要不这样。 把这些兄弟们的脚力钱、药品钱呢，全给结了，也让四爷回到平遥。等什么时候天气暖和了，再来科尔沁，给王爷磕头谢恩。我留下来，陪您喝酒。姑兄弟，你要是为了这点钱不把蒙古人的性命放在心上了，没有，那我就没法当你当朋友了。我现在就快马加鞭的让人去问问，挨这一顿鞭子也把钱给你们结了。 那就多谢了，汉龙大人。说到底，汉龙就是不想给钱。太堂的王爷不硬抢呀，孝顺点。在人家的地盘上，人家兵强马壮，强你怎么了？打又打不过，跑也跑不了。最近几天。 汉龙一直陆陆续续的调了100、10个骑兵过来，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要调去前线的，没想到原来是来围咱们的。难道要死在这里啊？啊！咱们要真这样空手回家，兄弟们的脚力费先不说，那么多车要了钱怎么结账？真把人往死里逼！实在不行。 就把药给他。这些弟兄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，我得全虚全影的把他们带回去，绝不能死在这儿。C， 你要是把药留在这给他们，咱们只能死得更快。汉龙他一定会带一支骑兵追上来，在半道上截住我们，给我们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个事儿咱们不能认怂，要和他们硬斗。我现在能想到一个主意，但是得马上做，今晚就得做。 顾大哥，哎呀，常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整来2匹马，就在外面，现在就走。哎呀，你简直胡闹！快跟我回去！我回哪儿去？回去让他帮我。哎，
听我爹说，这些年外人袭扰，蒙古各部落动荡不安，他们争河流、争草场，抢掠子女。这么美的草原，如今却硝烟四起。那应该是科尔沁王爷的地方，那边那个是青色的，应该是蒙西那个大汗的。你看后面那个没有顶的那个帐篷，应该就是科尔沁王爷的所在之地。那么远啊！或许还有一个办法。 可以从战场直接穿过去。不行，听话。什么我听话？你听我的话才是正经。 那战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乒乒乓乓的开炮，你有几个脑袋能过去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花时间绕过去啊？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绕过来，你就死在战场上，那不如一条虫子。整个营地就这么大，他们挖地3尺的话，很快就能知道药瓶在哪儿。既然咱们俩是一起出来的，就绝对不能死在一起。我只能赌一把了。
老师。快走！进去！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新抓来的男的充军，女的为奴，把他送去服侍父亲。过来！常姑娘，进去！上！过来！进去！ 看什么看？老师弟！你要逃走，会死掉的。马没有他们快，也没有弓箭，别做傻事。我还有朋友在，我得去找他。朋友。 在这个地方，我很多年都没听说过这句话。走啊！这是疫病，这是黑疫病，都离他远点！黑疫病，离远点！是疫病，离他远点！ 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放箭！放！很美的样子哦。好，走。多谢，多谢太太救我，我要去科尔沁，打仗的地方。你已经到了。 你的妹子现在是我的闺女了，你想娶她吗？王爷说了，今儿收兵回去，就把这婚礼办了。啊，我好好养伤。 仔细你的脑袋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
别看了，喝酒啊。顾兄弟，我亲闺女怎么就变成了格格了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别问我了，我也乱着呢。 这次敌人不战而退，咱们喝这杯酒，可不是因为打赢了。从乌珠穆庆一直到长城，都是一家人。咱们兄弟之间打打仗，算不了什么。可现在，有人拿着火枪冲进来了，草原不会安宁了，天下要乱了。我下定决心。 绝不会跟敌人低头。如果你们和我一条心，就把这杯酒干了。哈哈哈！从此我们科尔沁部落又多了一个格格。格格！ 你们都见过格格了，额驸你们还没见过。我让额驸出来跟大家喝杯酒。王爷，我们的额驸。 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需要的药品，险些被汉龙这个狗贼坏了事，总算是立了一个功劳，所以我放心，将格格嫁给他。额驸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土地、牧民，还是做个大将军，带兵打仗？ 王爷，我有一个请求。和我一起被抓的那些牧民俘虏啊，他们也是蒙古人。我听说他们被抓走以后就要拉去做奴隶，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。我想请您发下一句话，把他们都给放了。哦，那就都赐给你。 当奴隶。好，奴隶。我自己做过奴隶，我知道那种感觉并不好受，所以我不想任何人去做我的奴隶。我的意思是，请王爷还他们自由之身。你是？ 在改变我的规矩吗？就像您说的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到处都不安宁。那些旧的规矩为什么不能改？要是王爷可以善待那些他族的牧民，待到日后抵御外敌之时，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帮手。还请王爷三思。 没有战俘奴隶，我拿什么奖赏那些立功的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干坏我的规矩？他们都说我们的这位额驸仁慈的像天神一样，释放了那么多战俘和奴隶，你真应该出去看看。哎呀，
不过，刚刚你说的那些话，我真没想到，连王妃都说她头一次看到有人敢这么顶撞王爷，你真厉害。顶了就顶了呗，对不对？大不了他砍我的脑袋，再给你换个额驸也是。谁稀罕呀？王爷说了，你留在这儿，他护你周全。我也可以留下来。要是没有你常玉儿，几个古平原也都死透了。我如果还是自由身，就留着在草原上，每天骑骑马，放放羊，挺好的。可惜我不是。多大点事儿啊！头回见你这样，连死都不怕，说话绕这么多弯子，不就是流放吗？你没让朝廷逮住，就算是让我逮到。你这个哥哥是真哥哥，我这个额驸啊是假冒的。我家中有婚约，我倒没听你提过。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爹的事儿，那个时候我家境窘迫，念不起书。那我们村里私塾有一个姓白的先生，他看我可怜，就不收钱教我读书认字。他膝下有一女儿，叫白一梅。上京赶考之前，那是换过帖，放过定的。本来想着科考完之后，就回去成亲。那他如今呢？如今不知道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我觉得咱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。我得跟你说实话，我身为流犯，家有婚约，我配不上你。哎呦，我看。真是喝的有点多了，穿了这身衣服，就有点忘了什么格格额驸的呀。逢场作戏吧。王爷，请留步。好，好。快起来，孩子。
王爷，我太喜欢这个孩子了。金银珠宝也不稀罕，我把这个玉佩给你。如果有朝一日你碰到麻烦，就找人把这个玉佩带过来。天南海北，科尔沁的勇士都会赶到，替你处理麻烦。尤其是你身边这个麻烦。我看这小子呀，他不是诚心要娶你。我也不稀罕。你真的不想留在这儿吗？就算你犯了天大的错，我都保护你。多谢王爷的深情厚谊，只是我实在是思念家乡，家里尚有老母在，不敢远行。汉龙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这次你来真是委屈你了。感谢王爷，感恩您盛情款待。咱们后会有期。好，后会有期。请。保重，保重，孩子。保重，孩子。你终究还是要走。我一个逃犯也没有资格说这些，你也别胡思乱想。回去以后好好侍奉你爹。你将来会来看我吗？我是说，跟白小姐成完婚。但愿吧。我家中还有老娘，还有弟弟，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想起他们。这些年，他们被我连累了。要是我的家人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我真不知道老天爷能不能放过我。你没对不起任何人，多保重吧。去。逃犯古平原下马受擒，长司一并锁了。窝藏逃犯，控罪相担。逃犯古平原下马受擒，长司一并锁了。窝藏逃犯，控罪相担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你干了这个缺德事儿。是王天贵，他不弄死你誓不罢休啊！你说是他？你把钱还他了，他的计划就算是落空。这口气憋在心里，怎么也得发出来。这次算我的，没多想一步。是我连累了你，顾兄弟。四爷，莫说这话。咱们是生死之交，是我连累你才对。不就是一套宅子吗？就算你把宅子给他，又能怎样？这种小人，你越是让步，他越是得寸进尺。既然现在已经得罪他了，且往后看吧。
批准。你小子真行啊！带了50斤的脚镣，还没被谋破。哎，老汉人了？可不是嘛！当年也是那么沉的痂，一路走到宁古塔。要是不跟那些老番人学这包脚的功夫，怕是现在都走不了道了。朝廷已判斩立决。 你小子呀，受不了几天罪了。这个窝藏罪犯也是死罪。你说你小子死也就算了，还把别人给坑了。我看到不了秋天呀，就得向你道喜喽。嘿嘿嘿嘿。 犯人睡着了？废什么话呀！就你这样的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还想冒充县令？回去多读2年书吧你！给我少废话！现在我在这儿舒舒服服的活着，是你快要死了。你还以为你自己是书生啊？你的功名都被革了。 我来看你，那就是看个死人。那你跟死人废什么话呀？说吧，除了四爷那套房子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能相信你吗？你呀，对我这个人不了解。我们做生意的呢，最讲究信用。虽然做生意有很多阴谋诡计，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了不算。好，那我要四爷他们全家平安。说说你的条件。 我听人说，你小子在宁古塔和科尔沁草原替这老小子挣了不少的钱呀。你能不能也帮帮我？你了解当铺吗？ 这些年，我当铺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。这些下人呐，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，什么都是他们辛苦努力得来的，为什么要把大头给东家呢？当然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是他们错了，东家就是东家。我不能在仓促之间把他们解决掉。 那儿已经是一潭死水了，我就需要你一条黑鱼，游进那潭死水，把他们给搅浑了，然后把权力拿回来。你能帮我做到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老弟，我爹呢？被王天贵扣住了。 王天贵让我去他当铺里做事，做得好了，才能把四爷放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总之这段时间我吃住都在当铺，你们有空了多去照顾照顾他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哎呀，
古先生，我干爹怎么办？你知道他年纪大了，他受不了那狱里边的湿寒。这房子，我们不要了，行吗？我们把钱都给王天贵，行不行？这能用钱解决，那就好办了。大清律里，逆藏留人者与留人同罪，还不是因为你！黑子，黑子，你干嘛？松开！古大哥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只能先答应他的条件，1个月之内，帮他收复当铺里的大柜二柜。那些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，1个月怎么可以？古大哥。以后叫古先生。古先生，这是咱们东家派来的。古先生，您之前干过当铺？没有。奇才。自打盘古开天地，咱们铺子有了新章程，诸位算是来着了。以后古先生就算咱们的4柜。哎，怪事儿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哎，你们给4柜腾个地儿啊！这。哎，4柜，您等一下。您再等一下。4柜让让。哎，4柜，你给让一下吧。逃都逃了，何苦又回来呢？四爷，您醒得正好，这粥也得了。你看，给你借了个5更鸡过来。加点栗子。加点鸡丝，这样最是补气了。这可不是我弄的，常姑娘弄的。哎，您尝尝，小心烫啊！嗯，好吃。哪来的鬼子？啊？衙门搬的，想不到吧？您可是古往今来头一份这么坐牢的。你拿什么换的？拿我自己。此话怎讲？王天贵给我30天的时间，让我帮他理顺当铺。我也做了古往今来头一个当铺的4柜。只是这30天，要委屈您了。30天？那当铺王天贵30年都插手不进去，30天怎么能整明白啊？这么哄鬼吗？这才第1天嘛，还有时间可以学。
当铺里那几个老朝奉，是王天贵他爹在的时候带出来的人，哪有那么好相处啊？就算是做一辈子生意的人，走进去都会晕头转向的。顾兄弟，这是一门行当，你可千万不能看轻了。不敢看清。但古话说，隔行不隔礼，天底下人心都是一样的。他当铺只不过柜台高那么一点，就算是个铁核桃，我也得把它砸开了。顾朝奉，第一天就迟到。哎，你眼睛长头顶上了，蚂蚁戴龙头，装什么大牲口？你也是朝奉，我也是朝奉，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？那是，人家之前啊，一天当铺都没干过，就仗着是东家的人，眼睛里能夹咱吗？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四贵帮忙的地方，随时吩咐啊。小伙计，我来问你啊，这个四贵通常需要管什么？啊，明白。我想看看你们往年的账本，不知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张不美在这儿，在楼上了。来人，给老子把这东西当了！给老子当500两银子。这把刀是大帅送给我的，这件黄马褂是皇上赏赐给我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咱骗了掉脑袋的危险品来的，当500两银子，一分儿也不能少。您这2样合起来也不足5两银子，小店受不了。要不您再到别家当铺看看？你有啥子？5两银子？你是看不起皇上，看不起大帅，还是看不起我？不是，给老子拿回来！别！老子骗了你！这是老子的宝刀！四贵，拿来！四贵，你的活来了！拿来！哎呀，你来看，给老子看清楚！你说你是大帅的人，不知老爷是几品官呢？老子姓包，此次在山西吹响，蒙皇上的圣恩，是受一个2品的武职。啷个嘛？你想看下我的红顶子吗？素闻大帅麾下有2员猛将，鲍大人、塔大人，莫非您就是鲍清德鲍大人？久仰。他既不他红了。现在全国各地诸相都不接济，我军营头这些娃，半年都没得发军饷了，我没得办法才把这个当了。好给我包子样的兄弟，舌头上沾点油腥，如果有得罪，无怪。为大英雄能本色，不知鲍大人想当多少？当500两银子就够了。500两怎么够？太少了。啊！伙计，记上。哎，宝刀1把，御赐黄马褂1件。当银1000两。唱账写账，规矩如此，有什么好嚷嚷的？写。包大人，这都是4大横的银票，走遍天下都用的。写了。顾平远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要500给1000，
这真不是你的生意是吧？这本来就是你的活，你让我那么做的。你想来几个人？赶紧找个房子给他关起来拜拜火，我看他是头晕。你就看着他这么干。小金是吧？给，快拿了吧。你呀，在这关了一天了，这也没人给你弄点吃的。这不，我老婆做的中午饭我吃不了，给你拿上点。行啊，谢谢金哥。客气了。我呀，一天没干活了，吃不下去。那怎么一天没干活了呢？为什么呀？大贵让我们上门板，不做生意了。搁车了，他和二贵、三贵到东家那儿请辞去了。那辞了吗？这哪是我们知道的事儿呢？反正呀，在这当铺里边吧，自然是三位朝奉老爷说了算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您呀，千万别说是我给您的。谢谢啊。哦，东家，啊，来了。去了一天，他们就搁车了。是啊。哎呀，三个老家伙也太沉不住气了啊！谢谢东家夸奖。我这是在夸你吗？你不是让我当条黑鱼进去搅他一搅吗？还不出一天，已经快给我搅和黄了。我看不要30天，应该可以把当铺调理顺。哼。三个老家伙确实沉不住气。你虽然是在狡辩，但有几分道理啊。那他们辞了吗？我点头就可以。可是这行的规矩啊，不是说你今天辞，明天就走的，总得找个人收拾烂摊子，给东家把生意都捋顺了，啊，那才能撤呢。要多久啊？20、30天是要的。足以了。东家，你答应他们吧。我答应啊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可是这三个老朝奉，那是在当铺这行有位置的，举足轻重。如果让人知道他们3个要走的这个消息，肯定有很多人要挖墙脚。哼，他们走了，你盯着呀。我自然不能，但是他们仨一个都走不了。现在不是你小子耍聪明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防范至此了。不信你明天就去当铺瞧瞧，有哪个人敢跟你再说一句实话？到了30天，我也留不住他们了。到时候，就因为你耍的这个小聪明，
啊，就亏了这么大的生意。哼，你说我拿什么惩罚你呀？我从来不说大话，根本不需要30天。当啊！你们东家呢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。什么就怨不得你了？我来的时候，我爹担心的要命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刘人说话。今儿呢，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苏小姐呢？你见到她了？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。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，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。那就让他们等着。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，亏你也熬得住。听说你在招好的朝奉跟伙计，招到了吗？这些事儿啊，苏小姐在忙。我也从北京带了几个人，都是老朝奉。头2天还肯坐这坐堂的，现在全躲到那后屋打牌吃酒，那比我还快活。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？怎么，今儿是来刺探消息，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？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。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，但我倒有些主意，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。咱们联手？我们都是外行啊！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子曰：“焉知来者不如今呢？”合计合计。来，读了四书不清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。诸位，别做一了面庞，眼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梦。各位平遥城的老少爷们儿，4乡8里的叔伯兄弟，在下李清，京城李家的人，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，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。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呀是外行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续画，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。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，当场对，当场取。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，银号在西边，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。诸位，醒了。大大怎么样？票领银，童叟无欺啊！还能喘一口气，就剩几着凄凉，看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，中3两3枪，把3钱给抹了。银簪子1只，当3两银子，出票。大嫂啊，这3钱呢，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，可满意啊？满意。来，在这上面画押。一起万两，昨日引入同伴，万元内放，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永朝不丈量。日出东方，小心那缸啊，踩里头去，小心地上。好。这下倒好，
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。哎，掌柜的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？哎，咱俩今儿是把外行的事来干绝了。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，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。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，纯烧钱。你要是拼不起，那就别拼了。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。明儿继续。今天是因为赶集，只怕到了明天人未必有这么多了。明儿呀，咱们就照荒抓药，把平遥城下面的9乡12村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。这就叫上门当。哎，古兄，这个名字好，就上门当。这是一本唐代祖师刺血写成的《金刚经》，老衲想当50两银子，把去年着火的禅房重新再修起来。记唐人刺血《金刚经》1本，银子50两，见票支付。老方丈，您在这儿画押。谭月，不打开吗？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，那岂不是玷污了它？在菩萨面前，我不敢欺心啊！大事勿疑，取银子便是。现在也没到交税的时间，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。是，您这钱要是不花呀，您有当的东西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，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，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。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，这利润就越高，童叟无欺。我想大师修葺禅院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，不如请人来修，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元档的银号里，买材料、请工人的费用就见票支取，生出些利息，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。依你，都依你。青石板上炸黄豆，硬碰硬嗦。连文是把城里头闹了个底儿朝天。底朝天谈不上啊，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。我这个古兄弟啊，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。说实话，前2天我心里真虚得很。花钱租那些个仓库，里头放的都是些锅碗瓢盆，还有一堆破水缸，哎，那简直要了命了。你这个话一点没错。醒过来。你倒不想想，咱老包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，万一有人把我这肩膀上的9斤半给砍了，你那1000两银子不是打水漂了吗？说实话。像鲍将军你这样啊，穿黄马褂、带腰刀的人，身价何止1000两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你要是殉国了，我捧着你的黄马褂和腰刀去到大帅的军营里，就算我出价2000两、3000两，大帅也得赎啊！贵得很！哎呀，你们2个小娃娃当真是了不起哟！我老包也算是见过天下英雄，不负此生了啊！哎呀，你说，咱们这么一搅和，把平遥城捅了个窟窿，你是不是就能脱困了？脱困？我的案子1天没消，我走到天边都是戴罪之身。要是能让受我牵连的人脱困，那我倒是死不足惜。哎，你别瞎说，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回北京，我爹总该有办法。李百万这3个字儿，那可不是白叫的。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。大不了我跪着求他。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和你一起做生意，那我心里是痛快的很。你要是被官府抓了，又得给你送回去了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？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，都已经被我连累了。
咱们呢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其实，我挑你整出这么多花样来，无非是想互相利用。你可以在山西立足，而我呢，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给救出来，仅此而已。至于做朋友，我没这个资格。先走一步了，李清雄。我。 来了，哎，坐。我是为了四爷而来。你不是想要那套宅子吗？尽管拿去好了。这地契我也带来了。今日当铺的局也给你破了，这个买卖算圆满了吧？圆满了吗？自然是圆满了。我还找你做别的事儿。 买卖不是这么做的吧？买卖怎么做是我说了算。常老四这个房子呀，我不打算要了。啊，地契你收回去，你是自己留着也行，给他也罢，就当给你们俩的赏赐了。不过，人是帮不了，你还得帮我办件别的事儿。 哎，听说过闯王宝藏没有？你看吧，还是给我花了掌柜了。 哎呀，看人家年轻的嘛！听说是那黄老爷子的心，那本事可大了。本号东家，请迎掌柜先生，请掌柜落座。 交账！掌柜的看账了。 恭喜东家水流千遭归大海，东家得天下英才，自此高枕无忧了。到底能不能？结婚成了你家的少爷。李清雄，他来这闹球场了。哎，这是光有当个人，对吧？ 未及道喜，恕罪恕罪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朋友，京城李百万的大掌柜，万元档的当家人，李清雄。这个就是
的工资。掌柜的，来了贵客也不给引荐一下啊？这是万元档的当家人李清雄，这是我的东家王先生。王老爷子，久仰久仰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在下王天贵也不老，可是一表人才呀！啊，听说就是你，把我的当铺和票号搞得入不敷出，把整个平遥城搞得七荤八素的那个年轻人呐！小子，瞧瞧这些人，恨不得一口口把你给吃了。王老爷子，不敢不敢，我不过求一个立足之地，我就是来当学生学艺的。好一个学艺，成了，你今天把这个凳子搬过来，在平遥城就有你一席之地了，啊！不过你要记住了，那些小把戏是不是该收一收了？这个自然。得罪诸位勿怪啊，学生我见礼了。从今以后那些胡闹的把戏，依王老爷子的话，全都收了。吃好喝好，不够再加。兄弟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离她远一点，不然祸及满门。这话我也想跟我爹说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当上这太玉峰的大掌柜，这多少人眼红的位置？除了河东老八家，实力最雄厚的就你们这位王老爷子。你这是打算做此官守此礼，从今以后开始和我作对是吧？逢场作戏，如此而已。干脆呀，你辞了位置，到我万元档来，或者我给我爹写信，把你这罪名抹。反正你在这儿做一天掌柜，我心里就不舒服一天。万元档不想有你这么个敌人，我也不希望有你这么个敌人。你的美意我心领了，只是眼下还有事情没做完。有一天走投无路时，你莫忘此言。东家，得罪了。你这个太玉峰的大掌柜，做的滋味如何？哼，我这身份朝不保夕，东家让我演什么，我就演什么呗。哎，你是不是看上常老四的丫头了？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我如今什么身份，他什么身份？我能看得上他？看上了也无妨啊。你现在是太玉峰的大掌柜的，一掷千金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我给你一场富贵，你要吗？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？那里关的可都是富贵人。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：在这人间，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。10日之后，老八家代表赴晋阳山庄。这老八家里边有一个老康家，丢失了王爷的军队辎重，朝廷震怒，这回一定要办了他。老康家世代都是保镖出身，家资雄厚，可是这次他不得不变卖家产。你以为卖的是家产吗？那卖的是字号。我明白东家的意思了。东家的意思是要血拼，买下康家，拼进老八家，在闯王宝藏上也插上一脚。
但就算让你知道了闯王宝藏所在何处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毕竟那宝藏是由老八家共同掌管。说你是个书呆子，你还真是个书呆子。钱是什么东西啊？小钱能通神，大钱那就是神。玉儿姑娘，哎，去哪儿啊？别碰我！天气凉了，穿上点。哎，我这衣裳没得罪你吧？看你得意的很，这么久不见个人影。四爷被关在里头，我也着急。但我回去有什么用？和你面对面一起哭啊？那你也不肯来，让我一个人在那里猜。黑子，你知道的，他说话就没有个把门的。我看你喝得醉醺醺的，一点不像要哭的样子。怎么？说在你心中，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？你以为我想流落他乡啊？你以为我想当这个任人摆布的掌柜啊？平遥怎是他乡？我便是生在这儿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家在徽州，现在又回不去，无法在老娘膝下尽孝。那平遥于我而言，可不就是他乡吗？就你会说。反正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哎。要被你气糊涂了。我爹病了，时好时坏，他住在那里晒不到太阳。虽说比其他犯人过得好，但那毕竟是监中。我让他好好休息，他又每天问你的消息，你让我怎么说？说你已经当了大掌柜的，每天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还披一个大黑斗篷。你就这么跟四爷说？你看他信不信？倒是你，别成天听那些是是非非。那些都是逢场作戏，傻子才会信的。我才不是傻子呢！别看我这么骂你，其实我根本就不信。我跟黑子讲，你若是贪图富贵的人，当初留在草原便是。我就是心里焦急的很。好了，别说傻话了。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王天贵让我帮他办成2件事，办好了才肯放四爷。楼上有人。来来回回就这几句，姓古的，滚你的吧！什么人？哎，天这么冷，你自个儿留着穿，好长命百岁。这个不识好歹的玩意儿，滚吧！请问靳大爷、靳大奶奶在府中吗？我是太岳峰的掌柜，我叫古平原，这是我的拜帖。太岳峰掌柜这么年轻啊？王天贵这老狗眼睛是瞎了吗？能否替我递一下拜帖？我就是靳大奶奶。进来吧。哦，久仰，久仰。古德掌柜，先在这儿坐一下，我伺候完我们大爷喝药，再来跟你说话。
古德掌柜也喜欢石头啊？啊，颇有些野趣呢。你知道这些石头的来历吗？这是太湖石，从太湖运来的。也对，也不对。这些都是北宋徽宗皇帝选定的石头。他搜罗下天下奇石，要运回汴京，船还没到呢，国家就亡了。船夫们为了逃命，就把这些石头推进了长江里，就这样冲刷了好几百年。我家大爷也爱石头，又花上了5年的时间，把它们都给捞出来了。果真是豪富啊！这是国宝啊！什么国宝呀？要我说啊，全是些败家亡国的玩意儿。再晃年，连个馒头都不如。大奶奶这番话，真是有见识。你少拍我马屁。我家大爷身体不好，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？啊，是。没想到大爷的身体，今日我来的真是不巧啊。大爷身体打小就这样，他就是太聪明，太会做生意，夺了天机，才到这个年纪，这身体已经变成了风前烛雨里灯，儿子没有，兄弟姐妹一塌糊涂，只是累我一个人。坐吧，说正事儿。我们东家特地派我前来拜会老八家的各位，他想出家资买下康家全部的产业，帮助康家度过眼下的危难。还有呢？我们东家还说，河东八家纵横200多年，大清天下，统领全国，行商做贾，心中十分仰慕。要是借着这一次可以买断康家，大奶奶是否可以帮助他，进到老八家里来，也算是为天下人出一份力啊。王天贵断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古先生是个读书人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是，虽是客气话，但也是我的真心话。老八家，哪还有什么老八家？早就已经风云飘散了。晋南的孙家孙大掌柜，晋北的李家，都比我这个晋家说话好使。但是，今日能得见一面大奶奶，已是3生有幸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多打扰，先告辞了。太玉峰掌柜，后生古平原拜会李先生，请。福建岩茶，果然是天下第一呀！你懂茶？在下是徽州人，自幼是在茶园里长大的，跟着家里人喝过一点。既然懂茶，就不是妄人。我问你，你何以认为太玉峰买了康家产业，就能进到河东八家里呢？王天贵一个人，比我们都有钱啊！自然不是。河东八家自古守望相助。又何须外人拿钱进来？王天贵是觉得可以跟我们比一比，是吗？不敢。我再问你，李先生，我久仰您的大名，今日特地前来拜会。您是主，我是客，能不能也听我说2句？讲。如李先生所说，老八家守望相助，另外7家富可敌国。随便拔根毛出来就能把空子给填上，何以逼得这康家要卖产业？话说回来了，我们太玉峰也是平遥城第1富户啊，就算入了老八家，也不至于给你们丢人呐。
但大奶奶含糊其辞，李先生又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是不是我们东家得罪了你们，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？王天贵那个老东西啊，我以前一点都不佩服他，现在我倒有一点点佩服。他是怎么把你这种人弄到手里的？在下李中登，重见以礼。请，这边，里边请。哎，虎兄，来。苏小姐，早就该来拜会苏小姐了，今日方才一见。古先生拜会我什么？你把山西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我心里佩服得很呐。若不是古先生想出这些花花点子，把平遥赋上面搞得上吐下泻的，我还腾不出手来做这些事儿。话说来，我得谢谢您。先坐啊，坐下说。王天贵这一次势在必得，你要想买的话，让我一让。咱们兄弟，我让你暂时，可买的人是他。郑大爷，郑大奶奶，哎，李掌柜，李掌柜，李掌柜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。在下康家长子康素元，诸位请了。今天大家伙能来，为康家解除危难，是祖上有德，我就不一一道谢了。这些年，康家的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，多少有些骄狂，什么生意都敢接。这次接的是朝廷给军队运辎重的任务，本来想多赚一笔。 莫名其妙，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，家父一急之下吐血而亡。我今天穿孝来拍卖家产，是个不孝子。可国家在打仗，死的人成千上万，辎重的事情一天不解决，世间不知要平添多少孤儿寡妇。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呢？所以今天组这个局，请大家来共同竞价。 这些是康家所有的田地、房屋、商铺，从山西到陕西，南下至四川，大约有4万亩良田，217家商铺，还有3间大酒楼，产业都在此。如果有质疑的，请上前查看。有了这些产业，还不如去借钱。难道老八家会坐视不管吗？大奶奶。 让我一句。说起来，这些产业，乃是我祖上当年学业不成，转学手工，手工艺不成，又在军营里谋了个超报小吏的差事，每个月只赚几钱银子。后来他负责在军队里运输货物，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英雄。 我曾祖豪侠仗义，说话讲信用。虽然他手无缚鸡之力，但人人敬他是条好汉。再后来，几个朋友凑钱给他开了个镖行，这才陡然而富。古人云：“
君子之责，三世而战。到今天已经3世了。老八家虽然同气连枝，但我曾祖当年有话，绝不连累同袍。所以今天还请天下的朋友让条道。康家子弟就算不能经商，也不能没有志气。最后一句话了，请大家出嫁吧。哟，是啊，可不得了啊！王这皇后，这老八家怎么个排法呀？诸位，我抛砖引玉，600万两。多谢。 700万两，900万两，多谢，1100万两。你怎么不叫价？我够想那么累。我们家自个儿负责的都忙不过来了，你不知道，全越做越麻烦。这话说的够聪明。我要真聪明，我就不上这儿来了。 1300万两，我出1400万两。 恭喜你啊！我是应该现在恭喜，还是再晚一点？恭喜我什么呀？恭喜你顺利进入老八家。你可别扯了，有钱人多着呢。你刚才没听到他说吗？这天底下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生命。 哎，稍安勿躁啊！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，绝对没有死人，大家放心喝酒啊，不要听下人胡说。请。喝酒。赶紧定吧，埋的没埋的，定完我们走了。马上定。来，喝酒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杭州的张先生和保镖死了，湖州的李家，苏州的王家，刚才出嫁那几个都。 没错，出过嫁的人都死了。哼，他是从南边过来的，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，咱得想辙跟他斗一斗。苏小姐，我们东家。 要我务必拿下康家的产业，您看能不能让我一让？哎呀，刚才那些人死得好惨呀！是你？你不会也想跟他们一起吧？不要。我看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，想一个子儿都不出，就把产业拿走。 是江湖上的朋友干的吗？我看未必，江湖上的朋友哪有这么大的势力呀？咱们以静制动，让他自己跳出来。死人，就是有死人！你赶快走，这地方！真的，诸位，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。你这个短途的买卖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了。 走！坐上！
王爷令，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。康家的产业卖不掉，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，你们就等着陪葬吧。都坐下，继续干。 700万两，李掌柜的，既然他们都死了，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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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聪明。 800万两，1000万两。这位小哥面生的很啊。您认识他就行，不面生吧？1100万两。诸位，我也叫个价啊，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。 1400万两，1500万两。反正你交多少，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。诸位得罪了啊！今天我是势在必得。快点，还有没有？2000万两。怎么？ 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？你也要加入了是吗？是啊，这么热闹啊！但是你不会把我和古兄都这个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和你想的一样，我也想捡这县城的便宜。 你不是说帮我忙吗？哦，哎，你喊多少来着？2100万两。 2500万两。 2600万两。你把王天贵的骨头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。我挑好礼物，跟我借他。 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，你搅和什么？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？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？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。幼稚。古兄弟是吧？ 请过来这边。诸位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。康掌柜，2600万两数目太大，允我10日之内划清给你，承让。有这么多的银子，何必杀人呢？ 大奶奶，你想什么呢？人不是我杀的。哎，好，太玉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。我恭喜古兄弟，恭喜。王爷到！王爷，如今叛贼猖獗，朝廷又催得厉害，可是没有钱粮，兵马难行，你当不起这个罪。小人正在变卖家产，10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。10日，这就是老八家。哼！ 国难当道，一个个在这里斤斤计较。朝廷说我心慈手软，但我也没有办法。
都一起锁了吧，好歹也有个交代。哥，拿下。 3日内交不上来，走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。以为兜里有俩钱，就都是人了吗？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 怎么样？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帽子还快。馊了。别喝了，馊了。馊了也是粮食，不是？武兄，你跟他们说，你不是老八家的人，没必要在这儿受罪。我说了，他们不认啊。他们觉得我既然买了康家的产业，那就是老八家的。咱们患难与共吧。只怕到了明日，这馊饭都没有了。要不要来一碗？呸！每天300万两赎金，这不是伤害地方吗？亏他想得出来。朝廷这几年少要钱了吗？打赢过什么仗啊？你等我出去的，军机上有几位跟我有点交情，我捐个御史，我参他。孙掌柜，您别生气了。眼下这个局面，不给钱是出不去的，哪还有功夫让你买个御史参他一本呢？他是声名赫赫的铁帽子王，说句话都地动山摇的，你参得动吗？是这个理儿。我就奇怪一件事，我们在晋阳山庄聚会，请的都是山西有人物字号的票号，他们怎么这么清楚？把门一堵，下手抓人。我看里面的事儿没那么容易。哎呀，实在抱歉，让各位受委屈了。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吃好了没有。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，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。 300万两，我没有，我的钱全在茶上。拿折子来我们家抄家，王爷这客人我是做不起，没那银子。这事儿啊，我们也和王爷说了，但是啊，王爷他身份尊贵，这说过的话如果再收回去，这脸上也没光，不是吗？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，要一下子全拿出来。 那百姓怎么活啊？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，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？这位小哥眼生得很呐，不知贵姓高明啊？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，上银下子，小名元宝。对喽，师爷，别假装客气了，发个章程下来吧。成。 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，打算放在山西，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。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，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，只需签字画押即可。至于这什么时候偿还，你们
自行商议即可。强盗，这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，说是京城李百万他儿子开的，现在又来一个大票号，嚯！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，怎么就这么有钱呢？莫不是会喘气儿的财神爷到了？回晋大奶奶，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，叫太平号。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，肯签字画押，我向大家保证，即刻便放大家回去。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！啊，就想在山西立足，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！这算什么？拿当官的压人吗？既然如此，诸位就接着喝粥吧。哼！是王爷要来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诸位啊，见谅见谅见谅啊！狱中相见，实在是万不得已啊。李万堂，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？哎呦，不敢。咱们是商道一脉，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能啊，赶紧跟王爷说，把我们放出去啊！这没杀人没放火的，把我们搁在这儿，多不体面啊！自古官家两张嘴，一张说有，一张说无，讲不得道理啊。这2400万两，兄弟先掏上，帮大家伙儿逃过一劫，如何？好大的排场！这大清国一年也就这么点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时局不好啊，大奶奶。咱们商道一脉，更要携手合作啊！兄弟我久在京师，少来3晋，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。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，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，太平号替大家伙儿铺平电脑。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，是敬仰先贤，尽点绵薄之力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，这此言差矣。好，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，我回京师便是。好，好。可是军情如火啊，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。我来的时候，王爷说了，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，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？实在可恶。闯王宝藏。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你也相信啊？你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？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，出秦岭，越太行，破潼关，水淹开封，席卷黄河上下，抵定中原。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？将军贪图享乐，士兵怕死，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，何苦来呢？这可是1等1的凶杀。哎，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。
你是武平原？正是。我经常听小儿提到你。你这番话很有见地，不过这是读书人的想法。你将来要想从商，这可是大大的错误。有什么错？金银钱财乃是天下人的公器，并无善恶是非。人的错，人要自己承担，怪到钱的份上，没有道理。天下无不可用之钱，无不可用之人。你记下了。胖兄弟，你说你好不样的，怎么能把军队的辎重给烧了呢？你说，那是我想烧啊，我就没想接，还不是地方官强压给我的。这火应该是他们自己烧的。我把整件事情串起来想，这可能是个连环计。他们先烧了王爷辎重，逼康家卖产业，然后再把大家都抓起来，一步步走到现在。就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，他们还是会继续压榨，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闯王宝藏。天底下的人怎么那么爱说妄语啊？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不管我们认不认，只要他们觉得我们有，那就是有罪。我在想，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应该找王爷谈一谈，各自退让一步。哎呀，小孩子说大话，他哪里肯退让一步啊？啊，在官府眼里，我们不过蝼蚁一般。那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闯王宝藏，估计连这馊饭都吃不上。这话倒也有道理。不知诸位现在手头上真的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吗？哎呦，都说了没有，票号里的钱都是储户的，我们自己的都在货上。没有，没有也不能等着让他们把我们逼死，对吧？哎，那你说说，这局怎么破？我在想，他李万堂家资再大，归根结底跟我们一样是个商人。他做这么多事情，无非是想把整个山西票号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中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：先去王爷那儿打个欠条，假装我们认下这笔账，按照他指定的日子把银子运过去。王爷嘛，又不是地方官员，随时要出征打仗的。2400万两银子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花完的。只要他给我们一个腾挪的时间，我们转过头来全力以赴就可以对付李万堂，把李万堂逼出山西。我相信没有王爷做他的后台，他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能耐。不行，我们八家认账容易，李万堂又不是小孩子，他有的是方法，
他把打条的这个事儿公布出去，说咱们八家票号欠朝廷多少银子，那一夜之间，信用就坏了。储户肯定生怕我们把他们存的款拿去填朝廷的无底洞，挤兑起来，如何得了？谁说做生意一定要用现银？啊？兄弟，你馊饭吃多了吧？脑浆子都馊。大奶奶，我们现在都身无分文，但是我想和你做一个10万两的生意，可不可以啊？就好比说吧，你手上这个碗，它就价值10万两，那我想要，但是我所有的钱都存在孙掌柜那里，我该如何做？孙掌柜，取10万两给我。我没银子呀。就算有银子，我带在路上也多有不便。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啊，能不能给我当个信物？这好办。大奶奶，孙掌柜说了，你只要看到此信物，就能知道10万两银子已经入了你的账了。凭此信物，我可不可以现在把这个碗给拿走了？这是之前说好了的吗？在真正做交易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张契约，这样八家就可以空对空的出账入账，完全不需要现银子倒来倒去的。如果真的遇到挤兑了，八家合一家，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；而八家分开，各自凭借其信用为对方做担保，往来账目需要留下证据，方便年底核算。只要这个生意是在八家之内，一张字条就可抵得上100万金银。您觉得这个法子如何？那万一有一家违反规定怎么办？万一有一家被挤兑，其他人不知情，头寸调度不灵怎么办？还有啊，万一8家同时遭到挤兑怎么办？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柜，每天确认头寸，并对外宣称8家联盟。这样即使挤兑起来，也不至于遍地开花。可能有1家2家受难，但应付起来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。好，真的是好。如果早想到这个主意的话，这李百万休想在山西立足，而且也不会被外人钻了空子。那这个总柜谁来当啊？让我试试怎么样？哎呀，反正是做戏的，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困难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觉得我是自己人的话，这几天一锅里吃馊饭的，你当然是自己人了，是我们8家之内的人。我看让他进来，也不是坏事啊。好，这个总柜你来当，你出的主意嘛，你做给大家看看。诸位有意见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希望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别吃馊饭了。我去跟他们谈。就这么着。来人呐！我要见王爷。传令下去，提兵2万，运动至梁山一线，把网扎实了。王爷。草民替河东8家商号禀告王爷，请读弹。独弹，就凭你？草民自然是不配，但不知道现银子配不配？休要给我花言巧语，我马上就要带兵上阵，听不得啰嗦。说，王爷，您可知道2400万两现银子需要装多少车？需要上百辆大车，上百名的大汉，沿途还要经过那么多州城府县，还请王爷明示，那旗头上该写什么呀？什么旗头？那么多现银子用银车押出去，那旗头上得写明了用于何处啊？是王爷的军饷，还是供奉王爷家眷用的？
我们河东八家已经商议过了，这一次就算是砸锅卖铁，豁出性命，也得把这银子凑齐了。王爷干的可是刀头嗜血、为国卖命的差事，如果我们还在乎那点银子，那也太不识抬举了。早就这么说嘛，何必受这份罪？你们写张欠条给李百万，让他来，这老家伙会办事。哎呀，不可啊，王爷，不可。我们刚才还在商量呢，这钱我们可以给，但是这好处不能让他李百万给得着了。这天下的银子都长一个样，怎么，他李百万的银子比我们好看点吗？就好像王爷，您带兵打仗吃尽了辛苦，要是最后功劳归了别人，您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再说了，河东八家乃是百年巨族啊，从省城到京师，他们哪一家都有交好的御史堂官呢？王爷一味的欺压下去，只怕好事变坏事了。其实我们想要给的，不止2400万两，我们想要给的更多。他李万堂请您过来压榨我们，花了多少钱，我们一样奉上。真是尖牙利齿！我一个堂堂带兵打仗的王爷，是来跟你做买卖的吗？还请王爷您给条活路吧。说说你们的主意吧。是。王爷既然在黄河两岸用兵，那这笔钱呢，就算是河东八家给王爷军队的军饷。但是这笔钱确实太多了，银车一推出来，势必闹得沸沸扬扬。那些言官参上几本，倒不怕什么，毕竟王爷功高盖世嘛。怕就怕，那有些人伸出手来也想分一份儿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所以我想着呢，把这些现银子运到京师，兑换4大行的银票出来，方便又好拿。到时候王爷自己往怀里一揣，岂不更好吗？好，那拿来吧。要多久？把现银子装车运到京师，再兑成银票，最后落到您的手里，2月为期吧。这已经是日夜兼程了。王爷，请您过目啊，这是河东八家的签字，上面盖着私印，捐赠2400万两成身王，凭此纸交付。王爷拿到银票之后，把这条子还了便是。这我可做不得称呢。这薄薄的一张纸，就值2400万两银子，就凭它，我把你们放了。你当我是小孩啊？哎呀，王爷，您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纸啊，他李百万拿得出来吗？河东八家兴盛300多年了，论实力，论信誉，怎么也比他李百万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。除非王爷是诚心要弄死我们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回去引颈带路便是。哼，谅你们也跑不了，2个月以后见不到银票，我带兵抄了你们的狗窝子，滚！是。东西收了，把营去山东，1天1道圣旨，老子都烦了。对。顾兄，你知道？你不用说了，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。送什么行啊？令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把山西上上下下的票号的人都给得罪了，他还能待得下去吗？大好的局面，毁之一旦。我爹这次进山西是做了周密准备的，我看你还是干脆投过来。他这么做虽然不光明磊落，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破绽的，你们抵抗不了。耍这种手段做生意，我是不会服气的。我不管他实力有多雄厚，在3个月之内，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，不然我心倒过来写。顾兄，你这是说大话呢？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，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，以信为本，以义为根，
以流通为手段，以方便为路径。这些错，他全都犯了，注定走不长远。这个主意是别人帮你出的呢，还是你自己想的呀？在流放地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现银子，经常会用到这种方式来交易。就好比我要上山打老虎，我需要钢叉猎刀，需要工具，需要食物，我只能先假设，如果我把老虎打回来，我即刻归还。那么店家再去跟铁匠说，也是先假设，如果我能把老虎打回来，他们即刻归还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认同了这种交易方式。可能这只老虎还在森林间跑着，但是它已经在我们之间被卖来卖去了。好啊，东家，这次未经您的允许，我就许了他们300万两银子的债务，还请勿管。哎，说说理由。没什么理由，我只是在赌。我赌他们老八家能赢。你知道，在整件事情当中，我最喜欢的是哪部分吗？这个老八家呀，那是富可敌国，财力雄厚。哼，这家底儿啊，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。哎，要是为了常老四的话，免开尊口。你最后一条没办好，等办好了，我不仅把他给放了，我也放了你。我放了常老四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不如我给你指条明道吧。你呀，做老八家的总柜。那是何等的威风啊！你不心动？四爷不放出来，这个交易没法进行。我不谈其他。掌柜，接受大会。诸位，久等了。我太一峰既然入了老八家，就绝不可能有信用问题。大家同气连枝，互救互助。今日凡是来兑现银子的，我都给你们结算，绝对不会亏欠大家半分。开箱！天下有道理，千军一起万两。昨日引入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勇，脚步丈量。嘿，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山有道，我担当。嘿，日出东方。拿下去吧。这
这位管家，贵姓啊？小姓翟，是坟仓号管事的下人。大奶奶吩咐了，这些银子运过去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一切听谷掌柜的调遣。翟管家辛苦了，这些红包你收着。谷掌柜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些兄弟们也劳累了，给他们买杯酒喝。我要再推辞了。好。谷掌柜的赏下来了，给大家买酒喝。翟管家，把货物卸下来，车推到后院子。哎，好嘞，咱们做买卖了。谢银子了。你把这张条子递到李家，这3万两就算入了他们的账了，省得你带着现银一路上担惊受怕，等过了城门还要被那些官兵们劫上一刀。若不能入账，我就在这里候着，你随时来砸我的店。这倒是省事儿了。好，我信你。请。哎呦，顾掌柜，我能开个条？顾掌柜，我要开条。你们都要开条啊？啊，是。行吧，想开条的来我这排队。好。你别愣着呀，拿点鲜货点心出来招呼大家。啊，好嘞。这次我们的钱算有着落了。到了，心里边哎呀，多谢多谢，承请承请，慢走。好。掌柜的，银车卸完了，空兑了多少？您看一下。啊，掌柜的，您是只管兑不管存呐？今天有好几个酒楼的大老板，还有开染房的，听说咱们这儿一张字条就可以入账，立马又存了几10万两银子进来。被挤兑了一天，账面上反而多出60几万两，真是奇哉怪也。那这样，靳大奶奶拿来多少银子，你给她原数不动的装回去，连夜就拉回，带点糕点给伙计们路上吃。今天这场仗，咱们赢得漂亮。得嘞，嗯。这些日子呀，全靠一个女孩子撑着这么大一个家，确实不容易。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你们背后脚有什么舌头呢？谷兄弟一直在夸你，说你心性坚韧，能干大事。什么心性坚韧？我恨不得把王天贵给杀了，把你们俩都拽出来。现下倒好，宅子留住了，就我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地方。你们倒是开心的要命。现在外面可都传他快成王天贵干儿子了。那说干儿子的纯粹就是在胡扯。王天贵是想通过我探听出闯王宝藏的下落，所以才一直扣着四爷不肯放的。这世上真有闯王宝藏这说？我哪知道啊？不过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先生说过，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主，有的东西不是你的，争到了也无用，唯有德者居之。知乎者也，又来了。啊，读书人的酸气又上来了，对不起。郭兄弟，我怕王天贵啊，还是不会放过你。你得想个法子脱身才是。他是个绝户，心如蛇蝎，做事有决，他的话一句都信不过。这个我自然知道，这场仗还没开始打呢。我还是劝你，你已经把他推到老八家总柜的位置上了，可以了。你的手段和能力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就连王天贵这样的人，也不得不对你客气。这正是你走的好时候，
你千万不要糊涂。四爷，这一次我若不亲手扳倒王天贵，把你救出来，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大丈夫立身处世，当恩怨分明。你对我的好，我永远记着。平日里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也就先回贵上了。我怕王天贵他急着找我。这2日我要去一趟金阳山庄，那老几位刚刚脱困，我也摘下了总柜这个责任，可以喘口气了，去看看他们。好。别管我，你哭你的。我不管你，你是鬼啊！我还没鬼好呢，鬼还能投胎，还有个盼头。我能盼什么？喝晚了，别哭了。来，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你没偷听我跟爹说话吧？没有啊，你们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他就夸你来着。哎，四爷不怪我连累他，就阿弥陀佛了，不奢望他能夸我。你以后别总说你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好像活不下去了一样。若真有此想，当初为什么要从宁古塔逃出来啊？你会好好活着的，你，还有我爹，你们都是好人。我也时常在想，要是你们不去宁古塔，我要不那么多事儿，你的日子兴许能好过一些。顾大哥，其实我心里明白的，你要听吗？听。我真心实意的不后悔去宁古塔，不后悔遇见你，也真心实意的盼着你跟我爹能早点脱困，让全天下害你们的人都滚开，让你早点回到家中见到亲人，完成婚约，一辈子平安顺遂。至于我自己，我也会好好活着的，哪怕跟着我爹继续浪荡江湖，我这一生认识过你就足够了。生死之际，不畏就困，这是我们江湖道上的规矩。大家彼此安心吧。
到家了。你看，你也有没话讲的时候。顾大哥，心安了吗？此心安处是吾乡。真酸。今儿啊，厨房食材备得足，昼夜伺候，大家好吃好喝啊。曾掌柜，我们家这菜做的吧，还是不如前两天您吃的那几碗馊饭来的香吧？别馊饭！哎呦，大奶奶，你就别提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你这一说吧，我嗓子眼儿也跟有只小手似的。哎，大奶奶，来，谷兄弟，你看看这个。合适。那个李百万在半年前就在咱们几家银行里面存了600万两白银，现在一下子要提出去。我们八家凑着600万两银，现在这个时候要，头寸可一下就空了。这哪是白银啊，这是杀人的刀啊！就算谷兄弟想出8家联手的主意，这么结对起来，你们谁受得了？想想这李百万用心之深，让人好怕呀。这钱，你们打算给吗？你有什么主意？我们听你的。依我看啊，这是李百万最后一张底牌了，但就这么交出来，真是不太高明啊。既然他要，那我们就给。王天贵那边的账我是清楚的，我可以一次拿出200万两白银，你们呢？我出400万，都拿出去啊！好极了。我回去扫扫库底，我也全部拿出来，好吧？什么买卖呀？啊，我带上我呀！好毒的主意！我就拿纸笔好好算算这笔账。到底什么买卖啊？啊？哎呦，刚才带什么买卖？别让我着急。谷兄弟出了个主意，太平号银子存利是3分，比我们高1分利。那个李百万想动他存款，好啊，我们把钱全给他，有多少给多少。我们吃他利先去。这感情好啊！这一来一去的大买卖呀！是啊。李亲兄，顾兄，那些银车呢？出来吧！哎，开个玩笑而已。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，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？是吧？得了吧，贴告示吧。咱们准备回京师，把平遥的账都收一收。哎，那什么，老八家让我问你一下，600万两银子是装银车呀，还是要银票啊？我爹说了，留在这儿，当结个善缘吧。难怪。难怪什么？难怪能做那么大生意呢。这话说的有风度啊。你是夸他呀，还是骂我呀？
不过有件事我真的不明白，我到底输哪儿了？你给我解解惑。哎呀，你太抬举我了，我回去好好想想吧。等你去京城那天，我当面跟你说。总柜，给大奶奶请安，给李兄、孙掌柜请安。总柜安好。哎，我呀，今天从福建带了大红袍母树的2两好茶，喝酒前咱们把它先造了。谷兄弟怕是饿了，咱们先吃酒后喝茶。好，他饿不饿的我不知道啊，可是我馋这茶可不是1天2天了。你说这一把年纪都沾上，哎不，我是托总柜的福。总柜到了，大爷，我现在就是沐猴而冠呢，别再开我玩笑了，折煞我了。请。他能说出4个字来，就算行大礼了。我这辈子净听他俩字蹦，是不是残废？滚！哎，你听听。谷兄弟，啊，谷总柜，我问您一句，你答我一句，不要管我们爱不爱听。你要是不喜欢，直说便是。啊，好啊。你是真的想进老八家吗？我不想进。诸位，其实我是个流放犯，是从宁古塔逃出来的。救我的恩人被王天贵抓了，是他威胁我，逼我替他做生意。他之所以那么想进老八家，其目的是为了要探听闯王宝藏，所以才有了上次晋阳山庄之行。这可是没想到。现在你们都知道了，我是个连身份都没有的人，我何德何能做你们的总柜呢？河东八家，我久有耳闻，一见之下大为心折，能与你们相识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。其余的，我真的不敢奢望。你们商议你们的吧，我先行告退了。不就是一个流犯吗？当年明太祖还做过乞丐呢。英雄不用问出身。不是，你们要商议的自然是机密，我留下来的话对你们也是风险，还是算了吧。谷兄弟，谷兄弟，你能把这些事告诉我们，就足以证明你的赤诚。我们要是再不能跟你共机密，河东老八家岂非成了小人？咱们不管什么王天贵不王天贵，你的为人，你出的主意，我十分佩服。我接纳你，我愿意和你共机密。我也是。最近几个月，咱们票号可是大发利市啊，小子，不，总柜，王天贵放了你，老头子我亲自驾车接你去我那儿。那么多废话不够你说的。文才兄意下如何？总归，那如此，谷兄是老八家的人了。你去哪儿啊？这是我从山东巡抚那里买来的军用地图。哎，王爷的兵现在已经到了这儿。山东与河南交界之处，曹州。你是想借刀杀人啊？王爷的马队可是所向披靡，战功卓著，
那些没有刀枪的义军又如何应付？他们本来都是些可怜人，如果不是被没收了土地，居无定所，谁会低落着脑袋去吃造反的饭啊？如今让他们面对百战之师，别到时候借不着刀，反伤了性命。咱们不是给过义军钱吗？而且不止一次啊！这把刀锋利不锋利？钱是磨刀石。华总归听不明白，我们行商送货，跟所有地面上的人都打交道，义军首领也跟我们交好。钱是磨刀石，这话不错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这次让河北的商铺在草原上弄了2000匹马，走运河，送到山东，用马队把整个山东的义军联合起来，团团围剿。哎，我不懂兵法啊，我只告诉他们一句：别让那个王爷活着出来。这家伙欠了300万赌债，我们替他还了。他答应，他一定临阵反水。到那个时候，外有强敌，内有叛军，王爷这场仗没有打就输了。票号的第1红人，羡慕。我只是个唱戏的，当不得真。现在除了这身衣裳，连个身份都没有。你就是缺个身份，可我除了身份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次大家各为其主，你莫怨我。我不怨你，怨你我就不来了。其实我盼着你赢我爹，他跟官儿走得太近了，老拿权势欺人，不是正道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可是我也很矛盾，我就想好好做个商人，好好的经商。可是有我爹这种人在，我就觉得我赢不了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可是究竟哪一条路是对的？你问我也是问到于盲了。我哪算什么真正的商人？你还不算商人，老八家那些老狐狸能白白捧你做总柜？有话不说，可就不仗义了啊！行啊，还记得上次我与你说的道兴吗？天下百工百业，士农工商，不乏佼佼者，更有人可以扬名于万世，不为读书人。就好像影视有陶谦，木匠有鲁班，咱们做生意的有白圭范蠡。他们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，应该就是孔夫子说的“近乎于道”。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道理，一条道路，还是可以囊括天下万事万物的一个宝藏？我常常夜不能眠，在想这其中的秘密。想不到古大掌柜的还是个求道之人啊！流放犯古平原，读书人古平原，还是现在的古老板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又或者都是真，或者都是假？你就别给我打哑谜了。既然学着经商了，我就在想，商之意图，大道何在？古人说大道至简，那就应该是最基本的道理。最基本的，无非是信和义两点。人至诚则至信，至仁则至义。所以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。这话说着有些迂腐了，但一旦做到极处，就好像今日这样，老八家凭借其信誉，白条入账，头寸调度越发灵活，而天南海北的银子因其守信，因其便利，被源源不断地存了进来。这就是信义可行于世的证据。这世间有些道理看似简单，但若不去实践，就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妙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但你这点头巾气儿还是在的。你让我说的，莫要笑话我。我打算打道回府了，等我再来山西，一定再来看你。我四海飘零，还不知道下一站会飘到哪儿呢。这样，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，我恢复自由身，我过去找你。你还要走？既然是唱戏啊，总有唱完的那一天。我暂留在这里，还有我要救的人。
走了。这。顾兄，不过一定会有人记得，咱们大闹平遥城，城门当、上门当、佛门当，让这平遥所有的票号、银号一概低头，真是痛快。一定会有人记得的。这。各位，让我们为了古兄弟，为了我们的总柜，为了老八家能够得到如此人物，满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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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，动筷。总柜怎么看起来有心事？啊，我在想，这王爷声名赫赫，就这样就被弄死了？你呀，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。顾兄弟，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？所谓的闯王宝藏，都藏于山中腹地之处。处处都是高墙壁垒，机关严密，除了老八家，无人能进。有人说，闯王宝藏是闯王仓皇逃亡的时候，丢在山谷里，被八家人捡到的。后来就发了大财，这纯粹是胡说。天底下要有这等好事儿，那八家人自己都得打个死去活来。五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自当如此。闯王这种身经百战、雄才伟略的人，是剩下18骑人马都能杀出重围的。这样的大英雄，怎么会连军饷、银子都管理不好？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了。恐怕天命已经不属于他，不甘心江山被别人占了，因此他命底下8位部将接管了军中这几10年来积攒的财富。这里面有从崇祯皇帝那儿拿来的，也有从贪官污吏手里罚没的，但这些是大顺朝的立国之本，也是未来恢复我汉人江山的凭据。八家受命于此，就以经商身份掩护，因此这笔财富依然在老八家手里，这份责任也背在肩上。我们祖祖辈辈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，将来还得等下去，对吧？这就是老八家。此殿便是存放闯王宝藏的其中一处。这些佛像、罗汉，皆是以纯金打造。大清朝200多年，知道这个秘密的，除了老八家首领之外，就只有你。闯王宝藏，原来不是鬼神之说。这些东西这么沉，他们行军怎么带啊？兄弟，这些话谁也回答不了你。我看你身边的人，也不过就30-40岁，这些东西是200多年前的事了，5代人了。当年顾廷绫老先生和傅行主先生曾经立下一个规矩，让老八家每年把生意利润的1成融化了，铸成金银器物，存放于此。
聚沙成塔，你可以说这是闯王的宝藏，也可以说它是黄河以西所有商人的精华。真到了国家危亡要有钱的时候，定要把这里散得干干净净。这是老祖宗旧时的一颗心，今天让你看到它，就是告诉你，经商之大道，赖济世而立民。天下财富本无主，以天下众生为主。古平原，请受教。我把常四给抓了，逼你给我干活，你恨不恨我呀？谈不上恨，无奈而已。不是无奈，你是无路可走啊。也是。小子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啊，你抬头看看，看看这些账本儿。你小子呀，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读书人，你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生意人。太玉峰10来年票号积攒的资金，都不如你入主几个月挣得多呀！你本事大呀！哎，你现在还做了老八家的总柜。你说说，我怎么赏你好呢？我身无长物，钱对我来说是累赘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这个钱呐，没钱的人，他才说钱不好呢。钱无善无恶，有了钱，什么事儿都能干成。何来不好呢？有钱人买马车，是希望赶路更快一些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根本无路可走。快慢于我而言，又有何用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宁古塔呀？你知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？我信。可是我偏不这样做。你小子可以帮常老四挣钱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呢？小子，你此时出现在这儿，这是老天爷的天意，就证明咱爷儿俩有缘呐。看看这满屋子的账本儿，这都是我的财富。哎，你懂吗？我懂什么呀？你有话直说。给我做儿子，你该姓王。从此以后，古平原这个人就死了，以前这事儿就一笔勾销，都翻篇了。你手里拿着一副好牌呀，啊，这一屋子的财富全是你的，你替我守住了，以后我死了我就埋在这儿，我替你守着。常老四他就是一介匹夫，他是个凡人。你的良心债已经还了，还要什么良心呢？啊！给您的。我帮你办了，他们父女俩的命都在我手中，我一定会让他们死。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就算我上刀山下火海，那也跟你没关系。你替我守着钱，我可告诉你，
那个小姑娘我已经绑了，今夜3更3刻我就会要她的命。我跟他们已经说了，杀人者是王天贵，不是你古平原。你不就是想让我趴在地上，给你当狗奴才吗？做不到。你做不到可以呀，那我也不保你的命了。我们谈比生意。你跟我谈什么生意呀？你有资格跟我谈吗？啊？闯王宝藏，有没有兴趣？闯王宝藏，这只是一个传闻罢了。几百年了，没有人知道它的秘密所在。况且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老八家发迹那都是一年年的染料，一年年的茶叶这么挣的。天地下哪有那么好的肉掉在我嘴里呀？我告诉你吧，我刚去过。在哪儿啊？都说这个李闯王最后是出家当了僧人，我看未必吧。以他的那种性格，怎么可能安安静静的在这里过一辈子？哎，师傅，我家里有场法事要做，还请您帮个忙。这边请。你走前头。这么多死鬼，死了还守了这么一大坨宝藏，这无福消受啊，岂不可惜了？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又何必过来和他们一起守着呢？这个人的嘴我很不喜欢，一会儿把他给我撕了。是。这里的宝物之贵重，大清就算积累了几百年的财富，也未见得比得上啊。
东家，你还满意吧？东家，老师，老师。 都是我的！我撒这我的，我先看见别抢，他是我的！这就是断龙石，当年修皇陵的人修筑，一旦落下，再无生还的可能。 东家呢？给闯王看门去了。王天贵那种人，怎么可能跟你共富贵？你今日知道，今日就得死。他的那些保镖，把埋你的坑都给挖好了。赶紧逃离山西，走得越远越好。 你就是自由身了。我现在去买马，到街上走一走，应该很快旨意就到了。哎，先别冒失，再等等，我再出去看看。爹，你让他买马吧。小皇帝的赦令下来了，刚刚县太爷派人在外面喊话呢。郭兄弟。 要不，你再多住几天，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好好待够呢。你没看古大哥已经归心似箭了？他若现在有匹马，估计连话也不肯再说半句。四爷，等到什么时候南方平定了，安徽光复了，你可以过来，来我们这贩卖点茶叶生意，运到北方去。好，到时候我一定去照顾兄弟。我家里有半座茶山，有银毫，有猴魁，那可都是好茶，卖到京城销路应该会很不错。我听说皇上也喝不上新茶，是真的吗？
我小时候听过收茶的师傅说，当朝的皇帝喜欢喝金丝龙团和普洱，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绿茶呢。等我们那儿的绿茶运到了北方，都快变陈茶了，然后拿茉莉熏一遍，香味是有了，但也失去了本味。我在京城的时候喝过那个香片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在安徽恭候您大驾了，您家养好身体，我们争取在安徽能够重聚。一出监狱的门啊，我这2条腿就痒痒了。这1年多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只有在路上痛快。葛兄弟，一路上多多保重。嗯。站。站。哥哥，这次南下定要周全。是。山下等候。走。差点忘了你是哥哥了。我想送你点礼物，我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，我就送我那素昧平生的白姐姐一点礼物。那也不用。你新婚的时候，我怕我赶不上，早点送了，心里干净。但我琢磨着，这白姐姐有了你，这世上也就不再缺什么了，何须我再送？你拿着，你平安，就是我给她最好的礼物。这是王爷送你的，我不能要。我拿着有什么用？我爹入监，我也差点死掉，难道还能来救我？倒是你留着，偶尔想起格格这2个字，就当个乐子，我就不留了。接下来还要跟着四爷跑马帮。当然了，我们江湖儿女江湖老。那你一路保重。这，顾大哥，这1年我也读了些书。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，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。那也无妨。仗义每都图口碑，不幸都是读书人。那是负心人的错，跟书没关系。我看书上写，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。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虎不喜。顾大哥，保重。这。情至30袖口红，寒云沉江，打马回家乡。
诸位，前面就是我家了，跟我一起进村吧。额父，我们奉命送到此处，往后的路您自己走。就此告别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你们一路护送我，多有辛苦，怎么也得进去吃口饭呢。君临在身，不敢违抗，额父不必多说。那日，额父和格格重回科尔沁，小人再伺候您喝酒。走。娘，娘，娘，我是老大，您儿子回来了。娘，老大，是你吗？老大回来了，你是我大儿子，老大，老天有眼有眼呐，让我们娘俩活着还能见面。老大，让娘看看你，老大，我眼睛都快哭瞎了呀，老大。哎呦，终于盼到你回来了！跑了
8辈子没了。什么世道？欺负的都是老百姓。哎，怎么了？老二，长个了，不认识人了。起来。哥。 还知道叫哥，下死手啊你！你终于回来了！这么多年，我们以为你死了，那所有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娘这眼睛啊，就是老哭老哭，哭的太多了。你这一回来，肯定一天比一天好。哎呀，我记得你刚被抓走的时候啊，老能看见娘在哭。那时候白先生偶尔过来跟娘说说话，后来他腿脚也不好，也不怎么来了。我呢还得下地干农活。 家里老是没人陪着娘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为什么要人陪啊？就算我眼睛全瞎了，我还能纺线。哎，这是，你别看娘眼睛不好，那手纺出来的那线，那又细又精，那小姑娘都纺不出来。那白先生呢？除了腿脚不好，还有哪儿不好啊？腿脚不好，脾气也不好，老骂人。 老骂我，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他啊！不过我可不进去啊，省得又被他骂。他脾气不好，爱骂人，又不是只有今天。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啊，书一背不上来，就给他打手心，打到我2个手心都肿了。如果非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呢，是我一见到就腿软的，那就一定是白先生。你那算好的了，我当年手被打，耳朵拧的都成佛爷了。 谁让你不好好背书啊？你要像我似的，那书背得好，还能留在他家吃饭呢。我要是有个白小姐伴我读书，我背的比你好。那一梅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已经嫁人了？没有。我知道，这些年让她一直这么等着我，苦了她了。这样，明日一早我就去见白先生，给他当面赔罪。不管他是打我一顿也好，骂我一顿也好，总归我落个心里踏实。 哎，对了，我一路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一些茶园的茶苗给烧焦了，发生什么了？跟他说吧，不然你哥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上个月，官兵在这打了一仗，茶园就给烧了，祁门那边也被围了，白小姐被南门军队抓走了。啊！这整个村里。 除了小女孩、老太太，能干活的女的全都给抓走了。说是什么照顾伤兵、洗衣服，10天就给放回来。可现在都1个月了。哎，这几天村里还说推举一个人去找他们要人，
可进不去啊。到门口让人轰出来了，他们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，我们就肉脑袋往上撞啊。你可知道是哪边的军队？据说是从广西打过来的义军，他们那带头的将军姓李，可厉害了，还说要攻打合肥城呢。那咱们村里打算何时去要人？这不和你说了吗？进不去营门，谁敢硬闯啊？没种。你没被抓，那白先生起步。老大，你明天去看看他吧。这些年都是老二给他们家送柴担水，因为生死难料，想必白先生也同我一般。娘，不想了，咱们好好吃饭。既然我这次回来了，我就不会再离开那么久。这场仗总有一天会打完的，我估计不会太久。等战争一结束，我跟老二把茶园收拾一下，我们继续卖我们的茶叶，好好的做生意，好好的生活。娘啊，别想太多，保重您的身体，咱们好日子在后头呢，别闹病闹灾。这句话我原来在梦里听到过，现在我还能听到你说，我就是马上死，我也知道了。哎，哥，我没记得见你挑过扁担啊，这挑的还不赖嘛。以前觉得自己是读书人，哪用得着挑柴？后来到了宁古塔，上山打老虎，下水淘过鲸，挑扁担那不小菜一碟吗？白先生，我老二给你挑水送柴火来了。挑水就是挑水，送柴就是送柴。什么叫挑水送柴啊？难道你三头六臂啊？哥，你听，都能抠字眼儿。这不是抠字眼儿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理不通，理不通事情不成。你读书的时候老师没教你啊？白先生，我先走了。先生，学生古平原回来了，给您问安。平原回来了，平原。你这小子，你这小子，不是，你让我们操碎了心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快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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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好好的，咱们进屋，好好说会子话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快进屋，进屋！哎呀，来，进。哎呦，哎呀，先生，这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，真好。好什么？我就记得那个时候，你看我个子小，让我坐前面，就坐这儿。那时候我脚都挨不着地呢。
哎呦，你天天蹲在我这墙根底下偷听，听到一半就睡着了，还打呼噜。哎，我就琢磨着，是我讲的不好吗？那个时候太阳可舒服了，一晒到身上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哎呦，昨天回来的？我娘跟我说啊，你的腿脚不太好，让我和老二今天一早就过来看看你。哎呦，你娘的身体好些了吧？昨晚她见着我，跟她说说话，眼睛能看到点亮了。哦，这些年都是我不孝。你在考场里被人害了，也是命中有此一劫吧？今天能回来，就算功德圆满。哎呀，先生，别叹气了。我听说了，一梅被人带走了，对吧？这全村的女人都被掳走了，我想多半是去做一些缝缝洗洗的事儿。村里不正好要派一个代表去军营里要人吗？我想我去吧。这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清啊！你不要去，找一个能说会道的。先生啊，我早就不是读书人了，我被革了功名了。我现在能说，也会道。你信我？你这几年确实历练了不少。等我把一梅接回来，我会马上和她成亲。昨夜我和我娘说的是这话，今日面对先生，我一样说这话。先生，您可得好好的活着，我还得好好孝敬您呢。哎呦，真要如此！哎呦，我岂非是老来有福啊？得以嫁弟子，得以嫁许臣，欢喜一下，一大快事，一大快事啊！哎，老二，这附近有没有卖麻绳的？麻绳家里有啊。不是，我说的是那种大的，一捆一捆粗的那种。哦，那下面几个村子都种马，去找找呗。你要买多少啊？400、500两银子的吧。400、500两银子，那是好几仓库的马呀。对呀，有吗？你不要吹牛了好不好？你找几个村子的人跟你一起搓，那搓个3年也搓不出400、500两银子的东西啊。我问你啊，你想不想跟我学着做生意啊？我想啊，可是我只会种茶。这样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就是你老师了。你跟着我多看多听，听不懂的私下问我。记住，千万别在人前质疑我的任何决定。好，大哥慢走。最后2筐了啊。怎么样？你怎么把老黎的镜子给抢了？我买的，咱们用得着。走，卖麻绳去。哎！站住！哪儿啊？就闯！回去！回去？那我这一车货怎么办？带着你的东西赶紧滚！大营之内不准外人进入，不知道吗？小兄弟，叫什么名字？李成问起我来，我也好告诉他，是谁把我轰走的。我把话说清楚了，我们怎么能让你进呢？我们将军的军令那是很严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一车货都很紧急，是支援你们水师用的。
现在可不好买呀。不让进是吧？回去。哎呀，别！真是将军让你来的呀。 来，你坐上来，来，我带你进去，你亲自问他好不好？你自己进去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进了大营，得从车上下来，别乱停。这大营中禁止一切赶车骑马的，自己小心点。哎，好的，兵爷。哎，把路打开！ 外面有2个人说要见将军，就是他们俩是吧？是，那去吧。是你找我们将军是吧？我们李将军公务繁忙，你把这些东西啊放在那儿就走吧。过会儿我帮你通报一声。进去通报，说他表哥古平原来了。没规矩，军务再繁忙，连我都不见了吗？ 表哥，啊，你说你是我们将军的表哥是吧？还不进去通报啊？好，这么的吧，你们自己去。看见前面那个大门了吗？进去以后简直了走，前面那个大帐，那就是我们将军的主营啊。去吧，去吧。 哎，进去慢着点啊！哎，去吧。在这儿见。见。这姓李的带兵带的挺好啊。你又懂带兵了？之前在宁古塔的时候，跟那些士兵一起混过，懂得一点。我看你啊，还学了别的本事。怎么？你这满嘴跑舌头的，你怎么就成了李成的表哥了？你一会儿见到他，你怎么说呀？我这叫见招拆招，不吹牛的话能进得来？ 李成将军在吗？古平原报进。李成将军在吗？古平原报进。李成将军在吗？你就吹吧。哼，表哥。带走。 咱们是不是一定要为河北啊？这朝廷的兵已经过了最难的。不管天津。自从9000岁升天后，总觉得怪怪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们的情况是江河日下，一天不如一天。将军，我们留在徽州一点用都没有，让我们打策应支援水师，就这点兵，支援什么水师？而且徽州地势又低，净等着朝廷的兵偷袭我们了。 我们兵力不够，防线过长，敌人又频频夜袭，各营都惊扰不安，军心不稳呐。诸位都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，
我呢，自幼跟随义军，从娃娃兵干到了主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诸位与我都发过誓，要覆灭满清。自从跟随了天王，续发起兵，就该知道，不死不休，再无退路了。行了，先各自回营，稳住军心。再有，莫让我再听到有谁劫掠村庄，否则先斩后奏，绝不姑息。是。那位将军是？哼，你当我将军半天表哥了？他是谁你都不知道啊？李将军，李将军，你说你多蠢啊！大摇大摆进我军营，你可真是天下英雄于无物啊！我只是一个小商人，为了逐利，耍点小聪明，误闯了军营，将军勿怪啊！小商人，你胡说！你到底是谁？我弟呢？你弟跟你死在这儿了，你弟。李将军治军严明，不像是滥杀无辜的人。我只是想和你谈笔生意，你放我起来好吗？生意？什么生意？你看到我那一车的麻绳了吧？我知道你们的水师为了加固船只，需要大量的麻绳。徽州城里的人又不敢卖你们，我可以帮你们买。你看他像朝廷派来的探子吗？像，像什么像？距此地50里有一个山涧村，你们之前把那个村子里的女人全部掳过来了，说是10天之内就可以返回的，现在都1个月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。我就是那个村子的。叫什么？我叫古平原，我自幼生活在山涧村。我有个先生姓白，他的女儿叫白一梅，梅花的梅，现在应该在你们的军营，你可以问他，打听我。接着说麻绳的事。啊，我知道你们需要的麻绳量很大，那村子里的人手怕是不够，这些女人都会捻，你把她们放回去了也是帮你们的。我手下那么多伤兵，他们走了谁来照料？将军，恕我直言，你们在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，那些女人是无辜的，我不希望她们死在这儿。谁跟你说我在这儿待不久了？你们围攻合肥2月有余了，还没有包围下来。等到朝廷的兵一到，不把你们包了饺子了。说什么呢你？李将军，我只问你一句：被绑来的那些女人，是不是已经被你处置了？若是的话，你给我一句准话，我回村里也好有个交代。把他叫松开，拖出来。是。开门！看见了吧？我们义军是分男人和女人的，就算是夫妻也得分开睡。我们和那些腰头带兵不一样，天下间的穷苦人，男人是兄弟，女人是姐妹，我们义军不会苦待他们的。看明白了？看明白就走吧，把他们兄弟2人轰出军营。是。走。走。夜袭，列队
一梅，一梅，一梅，顾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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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顾大哥，没，没，真的是你，有没有受伤？村子里其他女人？刚才一开炮就都散了。跟我走。不，他们2个中了箭伤，要隔一会儿喂下水。 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……那你先帮帮我吧。老二，你把他们都抓啊！我去找钱。哎，一个一个来。有没有山涧村的？有没有山涧村的？山涧村的跟我走。有没有山涧村的？哥，好，一梅还在卧铺，赶紧进去。好。一梅，一梅，来不及了，快走。 你醒了？刚才要不是我眼疾手快啊，你就被踩成肉泥了。合着就带我挨了顿打。老二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傻呀？回家呗！都被打成这样了，不回家能去哪儿啊？逃出来容易吗？你放我下来，我要回军营。你回军营干什么呀？这兵荒马乱的，踩死个人跟踩死个蚂蚁似的。刚才好几个人都被踩成蚂蚁了，都不知道他们是谁。我以后要再信你，哎，你这，哥，你干嘛呀？你疯了！一梅还在军营，那些女人还在军营，我要接他们回不来了啊，哥，他们回不来了，那是军营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那怎么办？看着他们死，已经死了很多人了。刚才你我差点都死了，我们死了根本都没人知道。没有人可以白白死，没有人。如果我连村里的妇孺都保护不了，我还算是个男人吗？过来，别拦着我！你逞什么英雄啊，古平原？你这话说的好听啊！我顾老二虽然胆小，但是我知道孝敬咱娘啊。你走了那么多年，娘眼睛都哭瞎了。来兵的时候，娘躲在灶里吃红薯须，吃了3天3夜。
我躲在房梁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啊？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这话呢？你现在回来了，你屁股没坐热你就走了，你把我们娘俩当什么了？我要见他，李昌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来人！一梅，来，和我起来！将军，长流坊的炮子炸了！不要！把刀收了。将军，起来说话吧。 你还没死啊？我们还有生意没谈完呢。那炮子儿是你点的，狗脑子还挺聪明。哎，你跟白小姐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之间有婚约。哦，你私自闯我军营，本该死罪，可是看在白小姐的面子上。 你走了，走。哎，我要走，我自己早走了。我来是要把那些抓住的人都带走。将军职业杀了错了，别跟他废话。好，我与你接着谈生意。除了那些麻绳，我还能提供给你桐油。桐油多少？整个惠州城搜罗下来，少说也有几千桶吧。我卖你麻绳和桐油，你把那些女人全部放了。你当真不是探子？ 我是不是探子已经不重要了，只要麻绳和桐油是真的不就好了？言之有理。好，钱呢，我一分不会少给你。那些女人我也都会放了。不过，你跟我做生意，若是朝廷怪罪下来，说你通敌怎么办？无妨。
通敌也是我一人通敌啊。若能救那么多人的命，这笔买卖很值。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，你莫不是个傻子吧？做生意也是需要成本的，有的时候人命也是成本。我可以信守承诺，我希望将军你也会。他们与你非亲非故，值吗？值不值你说了不算，我觉得才算。顾大哥，好，把这姓顾的放了，把那些女人一并放了，啊，除了白小姐。是。李成，带走。李成，我的意思是所有女人，包括白一梅。顾大哥，李成，顾大哥，你儿无信你，李成。先生，梅她，在军营替人疗伤，要过几日才能把她接回来。媳妇儿啊，媳妇儿，这，吓死我了！只要我一起上村，就一定会护她周全。您不用太过于伤心。您为太平圈不做乱世人呐！我要是死了就好了，我要是死了就好了。哥，你就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看我后来我壮着胆子我回军营去找你，你看把我给打的。哎，哥，你千万别跟娘说咱俩吵架了啊！你要不你打我吧，你看我还不还手？你别烦我好不好？外面嚷嚷什么？是老大回来了吗？别跟娘说我去哪儿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老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老大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真的担心死我了。老二说你这几天跑到城里去做生意了，我说你刚回来，你胃子还没捂热呢，哪来的生意可做啊？哦，我城里有个朋友，让我进一点麻绳啊、桐油什么的，我就想着赚到了钱，把咱们家房子也翻修一下。这兵荒马乱的，难为你有好朋友，是谁呀？你让他到家里来坐一坐啊？姓李，叫李成，那个广西人，也是刚来安徽的。他这人挺好客，所以多留了我几日。你在唬我你？帮朋友的忙不能收钱，咱心要放正了。没哄你，我跟他合伙做生意，也没拿他什么钱。我儿子要过上好日子了，我们这个家要兴旺起来了。娘，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，现在全村的女人都放回来了，但是一梅呢要多留在城里几日，她要给人治病，等她一回来，我就让她过来给您磕头。那你赶紧去告诉白先生啊！娘，我们跟白先生说过了。这几年，这个孩子跑我们家是最勤的。你看我身上的大褂，还有老二的鞋子都是他拿的。你要好好待他啊，不然我不答应。你说的哪儿话呀？我也不敢呢。您喝口水吧。对，娘，下午我和我哥还得出去一趟，
我们订了200棵茶苗，得拉回来。啊，对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拉回来了就得马上种上，争取在清明之前再收他一茬。啊，想想我真的老了，我一直把你们俩当孩子，一转眼2个人就是大小伙子了。你就记着那个样吧，反正到什么时候，我跟老二在你面前都是孩子。这是刀和针，用之前浇上酒擦干净，用火烧一烧，好长时间不使了。哎呀，我这个手啊，有时候抖得厉害，也用不得了。这些瓷瓶里的药啊，医美都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还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去寻。有师弟子夫妻老，你又不是没弟子的人，放心。你呀，就是变着法儿哄我。虽有家弟子，奈何无农桑啊！老师是个没用的人。陶渊明说：“误入尘网中，一去30年。”谁说非得做官才能有成就啊？有些老话得改改了。等把医美接回来以后，我打算好好的整顿整顿茶园。下午刚和老二买了些茶苗回来。这天底下，甭管谁打仗，总得有人喝茶吧？您就等好吧。我倒有个炒茶的老朋友，在对面山上中和村住，姓廖，你们可以去请他。早些年他来炒茶，你娘和评委也见过。好啊，我正想学炒茶呢，可以拜个师。廖老头脾气倔得很，我不盯着，怕是他都不教你。说起来这几年战乱，老廖也好久没来炒茶了，也罢，他若是不教你啊，我就拿这个拐棍啊打他这个屁股。一梅，狗大哥，你爹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哎，你爹怎么说？他让你尽早回去。你还好吧？你这有刀子有剪子的，我真想干什么，何必藏在身上呢？还副将呢，胆子那么小。说谁胆子小了？你再说一遍来。行了，跟读书人斗嘴你斗不赢的，让他上前说话。上前说话。将军，那麻绳和桐油我知道了。听说你在徽州城里买了4000桐油，6车麻绳。是，徽州城里的桐油都给我买光了。言而有信，你这条命靠自己赢回去了。我看你身子也好些了，我想带着一梅先走了。该送他回去的时候，我自然会送他，无需多言。你守信用，我也守信用。我不是信不过你啊，我只是觉得，仗一打起来，你怕连自身都难保吧？把他拖出去。是啊，出去。哎，出去，出去。哎。
先生，你不要担心了。明日我再去一趟军营。一梅她吉人自有天佑，平日里这么善良，连个蚂蚁都不敢踩死的人，老天爷不会亏待她的。你不能再去了。老虎和饿狼是不讲理的。今天不是你，他们不是改了本性，是你走运。我一个女儿搭进去了，你若再搭进去，我怕我是活不下去了。先生啊，别瞎想了。这天下的事儿，再大也打不过李局。他都已经救了那个将军的命了，还能怎么样？这个理儿啊，是人和人讲，人和畜生讲什么理啊？你看虎啊、狼啊都不吃自己的同类，人呢，专门屠杀奴役自己的同类，连畜生都不如。你的理由去找谁说呀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。一梅被抓走了，无非有几种情况。第一，完好无损送回来，这当然是上上仙、诸天菩萨保佑。第三，最坏的一种情况，尸体回来了。我这是连尸体都找不到。哎呀，我也很快就随他去了。可我怕这个第二，